韩先生，鉴于您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不太符合现在的岗位，不过您是杜总的老朋友，交代了有合适的位置呢，会帮您留意的。是吗？未来啊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我一定与您联系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先忙一下啊，您请自便啊。不好意思，还让您跑一趟，需要我帮您叫个车吗？不了，谢谢。我听说他跟杜总是一个高中的，最后上了个野鸡大学，还被女朋友设局骗光了积蓄。哎呀，就这鬼样子，怎么好意思让杜总帮忙的？也就咱杜总念旧，我要自己没本事啊，可没脸来求人。最后的机会也没了，照顾、帮助，也就是逢场作戏罢了。一个失败的成年人，过着狗屎一般的人生。或许结束了也好。停电了，人都去哪儿了？消费系统向您报到，新手礼包开启。什么？消耗此前累积的全部消费值，可以满足您一个愿望，请许愿。啊？如果这是真的，我想回到过去，想重来一次，成为人生赢家。火车？啊！我怎么变年轻了？难不成是穿越了吗？那个……啊！我去！怎么回事？陈妍霏？你跟我说话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问问我们到哪里了。我们高中的女神怎么会坐在我对面呢？莫非是……是那一天，2013年8月30日。美女，还记得我吗？我们是一个高中的吧？对，你也是去大学报到的吧？是啊。可惜你走错路喽。走错？这班车不是到嘉兴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走到了我的心里。神经，这人有病吧？你说，我们的相遇是不是一种缘？潘少豪，有痴汉了！你给老子赶紧滚！以前尴尬的模样简直不堪回首。10多年前我怎么是那个样子的？先吃个泡面压压惊。哼，泡个破面嘚瑟什么？潘家大少爷还真是一如既往，换成以前的我，估计是要怼回去的。但我已经今非昔比了。滴，许愿功能永久关闭。消费系统正式启用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不会给我送什么神器吧？18岁的我好土，一看就住孤生。提示：通过消费获得经验，可以升级任何属性与技能。这简单粗糙的规则不错啊。等等，我等级1的驾驶，为什么会有等级3的车技啊？是这种车技，赚钱、消费、升级。如果能把各项属性都升级到 LV5，我将成为顶级的存在。在此之前，我也是芸芸众生极其普通的一员。但现在，我终将摆脱我们，超越你们，成为第3种人。他们。兄弟，你泡好了没啊？花钱当然不是问题，问题是现在没钱可花。得想想第1桶金到底怎么能赚来。小妍，我带你去餐车吃高级的午餐吧。我吃泡面。阿姨可没批准我带你吃这些东西啊。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我妈是我妈，你少管那么多。你小子刚才笑了吧？没有啊。我是他青梅竹马，我做什么轮不到你这穷 baby 来笑。你能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面？起开，我要去餐车买零食。妍霏，
别生气。每一次不合时宜的舔狗行为，都是在给你的对手做助攻。潘少怕不是要走我的老路喽？唉，去晚了，小零食都卖完了。哦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这里还有一包鸭腿。啊？多少钱？我跟你买。2块5，原价，童叟无欺。我没零钱，3块钱不用找了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！啊，不嫌弃的话，这半个橘子请你吃吧。太好了，没想到你准备的这么周到。都是吃货。天，他笑起来真好看。老子有钱！你要是想吃，我餐车都给你买下来。可你竟然接受这窝囊废吃过的橘子！你不要这么没礼貌！这货买个破鸭腿就是周到，我带你去餐车你又不肯。潘少航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少管我的事情，我们不合适。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你去哪儿？我去丢垃圾。起来！你干什么？哼，都是你的错，四眼穷鬼！哼，给我滚！没想到18岁的身体这么弱。不过，潘少，我还发愁我的第1桶金哪儿来呢？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！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瞳孔对光反射的反应完全消失啊，深度昏迷状态，搞不好是脑部受到了重创，情况非常不乐观。下一站是哪里？得抓紧把孩子送医院去。这龟孙，下手还真不客气啊！真是疼死老子了！少废话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被摆脸色？废物！这厮和上辈子一样，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废物！玩狠的是吧？你，我让你看看，什么才叫做真的狠。如果没有你的助攻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陈妍霏打交道。真是谢谢你了。打人了！程景在哪里？老子今天揍不死你！别打了，滚开！潘少航，你在干什么？快住手！妍霏，你听我说，你这个家伙，loser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医生呢？车上有医生吗？车里有人受伤。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医生！叔叔，是他先开口嘲讽我。胡说！程部长，我全程都看着呢。那个打人的小伙泡妹，妹子不乐意就吵起来了。后来妹子去扔垃圾，他突然就对着孩子动手了。我也看到了，那被打的小哥甚至都没还手。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他被牵连了进来。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！是我先动手没错，但是他故意嘲讽我。够了，事实都摆出来了，打人的时候怎么就不会想想有什么后果？别以为家里有点钱就能随便欺负人。要是这孩子出了事儿，跑不了你的责任，你这是违法，是要坐牢的，知道吗？妍霏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你知道我不是这种人。妍霏，对，给爸爸打电话，爸妈这么疼我，一定会想办法。宝贝儿子，你和妍妍到哪儿了？吃饭了没呀？爸！好疼！同学，你怎么样？哪里疼？怎么流血了？同学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
不愧是女神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吓死我了！马上就到站了，下了车我们一起去医院。其实我还好，但你牙齿都没了一颗。掉颗牙算什么？如果只是擦破点皮，那我反倒还头疼呢。我说，这位同学，你突然动手，单方面施暴殴打，我要验伤，报案。潘少航这个疯子，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陌生人大打出手？这要是有个好歹，小心一点，别又摔了。麻烦你了，不愧是我们二中的女神，人美心善。你也是二中的，怪不得感觉你很眼熟。女神竟然对我还有印象，在下倍感殊荣。真是的，都被打成这样了还贫嘴。可提醒我了，回头要锻炼身体。虽然我自己扛揍，但至少得有能力保护身边的女孩子吧。我可是个硬汉，思想觉悟很高嘛。不过就目前情况看，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。哎，疼！你轻点，我现在可是伤员。自作孽不可活。潘少航这熊孩子，这次怕是要被关个1-2天了。一颗牙就让这件事上升到了刑事事件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希望这小子以后改改这暴脾气吧。护士姐姐，我这是在天堂吗？这是特意给你安排的独立病房了，并且提供最好的药品和治疗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辛苦护士姐姐了，潘公子真是破费了呀。这个经验是不是比一开始的时候多了一些？刚才坐车和垫付的诊费虽然不是我出的，但也被列为我的消费。那我这几天的住院费岂不是也会变成经验值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太爽了。我进来了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怎么样，韩同学？咱换个称呼吧，一口一个韩同学，听着我老觉得别扭。也是，那就硬汉烈哥。你是不是故意打趣我？烈哥，我要伤心了。烈哥来，我把你眼镜带来了。谢谢啊。上辈子后来和这姑娘几乎没有交集，只听说她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，真好看呐，性格也很好。想来还真得谢谢潘少航那家伙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。一会儿我爸他们就到了，咱俩加个联系方式吧。你用不用飞信？看来你是用的喽。申请发过去了。韩先生，我们进来喽。这边请。爸爸，你没受伤吧？让爸爸看看。同学，对不起，我是潘少航的父亲，我对孩子疏于管教，我和孩子妈妈来给你道歉了。叔叔，我是小贝，您，嘿，别动！小同学，你带着伤不要乱动，万一更严重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妈呀，真给人家孩子打坏了。道歉是应该的，我们家航航就是被我给惯坏了。韩同学，你可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，我们会赔偿的。潘叔叔、潘阿姨，这件事也有我的错，他莫名其妙踹我，还打我，我气不过就骂了他一句废物，这一点的确是我不对。这样吧，你听听叔叔的想法，所有的赔偿叔叔都以最高额度来，作为和解费，小韩你看，80万赔偿可以吧？80万？这能加多少属性啊？如果觉得少了还可以加。是啊是啊，不愧是大富豪，这老潘也太舍得为他儿子花钱了。潘叔叔，谢谢您。怪不得陈妍飞刚才一直跟我说，要相信潘叔叔是个明事理的人。但是什么？这件事如果您用钱摆平，这只能证明您是一位负责任的好父亲。但是如果这种行为不纠正，就可能会不经意间毁掉他的一辈子。对，
我回去就好好教育他，省得他以后又无法无天干出错事。我其实并不想要这笔钱，我是想让潘少航明白，他的恶劣行为会给家人造成重大损失。因为您的态度和诚意，我才会同意和解。可是如果还有下次，你也别怪我没提前知会。我懂。等拘留结束了，叔叔马上就带着那个混小子来给你道歉。亲爱的，你轻点，先让人家小韩好好休息吧。抱歉，那小韩先休息，好好养着。叔叔不打扰你了啊。拜拜。老陈呐，真对不住，我家混小子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。要是他以后还纠缠妍妍，我就给他送国外去。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咱们两家这么久的交情啊！不至于，这臭小子要是再来烦妍妍，我亲手揍他。大家都是马不停蹄赶过来，应该也累了，就先去忙正事吧。那我就先办事，回孟城后再联系啊。怎么了？潘少航真是的，莫名其妙，蛮不讲理。你没事就好，这潘家小少爷应该不会再来骚扰你。亏你妈之前还和他说路上好好照顾你呢。回头我一定要和妈妈说这事。但凡潘少航有韩烈一半的成熟和理智，都不至于闹成这样。看来你对那小子评价很高啊。你们才刚认识了1天吧？其实我们还挺有缘，他也是2中的呢。再说，人家因为我才爱打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相处的。爸爸，你觉得呢？很成熟。什么嘛，和没问一样。乖女儿啊，在你们这个年纪，能够成熟到这种地步的男孩子，一般都是被生活环境逼出来的。这样的人，比起个人感情，会更加在意是否成功。如果你问我他以后会不会有出息，我的答案是大概率会。能坚持，懂变通，心胸开阔，干脆果断，的确是个非常优秀的男孩子。爸爸，你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嘛。啊，但是我要提醒你啊，和这样的男孩子交往可能会很累啊。对，乖女儿可千万别谈恋爱啊。放心吧，爸爸，我对谈恋爱没兴趣的啦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别人花在我身上的钱都会成为经验值，看来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。检查费、住院费，还有这2天小护士来换药的费用，都已经产生经验值入账了。潘叔说他还预缴了20万的治疗费用，不过得流程走完了才能拿到赔偿。目前能用的经验也就这么一点儿，能用这些干点啥呢？对了，脸上的伤不能动，牙齿也不能动。我把近视给悄悄治好，总不会被发现吧？大爷，你带孙子出来玩啊？这也太惨烈了，上辈子可没少因为近视出笑话。系统，就靠你了。好清晰。这就是我眼睛原来的样子吗？眼睛也被称为心灵的窗户，而某位大师曾经说过，一双漂亮的眼睛讲究的是结构上的层次感、质地上的通透性，以及色彩上的美学表达。没想到仅仅是修复了眼睛，对一个人的气质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。颜值点数也增加了3点，看来属性之间可以相互影响。优先升级子项目，可以把所有经验最大利用化。谢谢你之前帮我说话，我现在在夫子庙，要给你带点吃的吗？太残忍了，我的牙齿都还没补上呢，你还不如带本书给我。怪我，这不是忘了你牙口不好吗？那我一会儿给你带本书过去。而且你也不用向我道谢，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没关系。万一我做的太绝，他们把锅甩到你身上，来找你麻烦怎么办？梦城圈子就这么大点儿，在背后被嚼舌根也不会好受的。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虽然我喊你帮我带本书，
但你带的这本是不是有点离谱啊？你不喜欢吗？我怀疑有人在内涵我，是谁我不说。走，你走，车费我给你报销，带着这本让我伤心的玩意儿好走不送。逗你的，给你买了本小说。我就知道严女侠如此仗义，必然不会辜负我的期望。哼，翻脸的速度真快，侠女不敢当，叫我一声姐就好。女侠姐姐，小人卖艺不卖身呢。谁让你卖身？我是感觉你摘掉眼镜以后变帅了不少。这有什么？等我把伤养好了，还会变得更帅。你的意思是，其实你是个大帅哥，只不过颜值被眼镜封印了。Bingo！ 那你加油解除封印，我不打扰你啦。明天出发前再来看你。啊，不听我多吹几句？明天吧，你组织下语言，明天跟我爸吹。咋还突然扯上咱爹了呢？对不起，不应该打你撒气，我太冲动了，没控制好情绪。韩磊同学，我现在正式向你道歉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我原谅你了，你有一对好父母，别再让他们为你操心了。可恶，好火大！和解书协议的内容请律师看了，老潘做事严谨，协议没有任何问题。除了80万的补偿金，这8万小红包是从那混小子生活费里扣的，算是他自己赔给你的。太感谢了，小韩放心，这种事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。潘叔叔太客气了，算上医院账上的20万和其他补助，一共足足115万。现在钱已经有了，当务之急是要把基础属性先全部升到69。50万这个数字不上不下的，后期升级需要更多的钱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消费，那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要不要把100多万全花光，直接在梦城全款买套小居室的学区房算了？不过那样的话，大学大概就得先吃1年的土了。小韩，我在。我们来看你啦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啦？叔叔你好。哎，别，好好躺着就行。我和妍妍一会儿要去赶飞机了，走之前想来看看你，这里有叔叔的一点心意。小韩，你把这个收下吧。陈叔叔，这是……之前一直没机会开口，这件事说到底还是妍妍没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导致的。叔叔在这里给你也赔个不是。陈叔叔，这钱我不能收。潘少航发疯和陈妍霏有什么关系？从我的角度上看，陈妍霏也是个受害者，陈妍霏并没有错，您别怪她。就算是换了别人，我也还是这个态度。果真是英才出少年，叔叔明白了。等放假回梦城，你一定来家里做客。那就先谢谢叔叔了。啊，对了，小韩成绩应该不错吧？如果学校和妍妍离得近，那叔叔可要麻烦你多照顾照顾她了。啥？我在上外，不过是上外人文学院。人文学院一般都是民办3本。三本？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当年年少轻狂，以为成绩不能代表什么，所以走了一些歪路。成绩出来了，才觉得后悔。后来痛定思痛，用了很久的时间沉淀自己，调整心态。既然成绩已经没得救，那只能在大学里再开始下一阶段的冲刺了。说得很对，过去无法改变，抓住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次你拿到这么一大笔赔偿金，应该会去创业吧？短时间内我应该不会考虑创业，我打算先沉下心来学习锻炼。叔叔很看好你，再过几年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喽。叔叔，您就算过个20年，也还是中流砥柱。而且陈妍霏被您教育得很好，
以后一定会传承您的精神，变得更加出色。承你吉言喽，小韩。那你先好好养伤，我和妍妍先去赶飞机了。小韩，拜拜，一路平安。他也太可爱了。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准备出院了？对，来加个好友。好呀。未来的几年，国家也是飞快发展，过2年房价就会暴涨，赶上这趟机会的人，基本都一夜暴富。我好久没这样坐过客车了吧？40到60平米之间的小户型，建成时间不能超过20年，带学区户籍，有合适的我直接付全款。这套朝向不错，边上就是学校，和之前看的几套比起来，价格也实惠。就这套了，没想到价格比想象中还要便宜。我记得爸妈一直帮我存着一笔用来买房的首付金，把这2套房子租出去还月供，等房价最高点卖掉变现。烈烈勇敢飞，爸妈永相随。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。这么重要的事，奢侈一点不过分吧？100多万的经验值，改头换面的时候到了。哼，换掉吧，我的牙齿！鉴于换牙整体消耗经验值超过当前级别，命令无法执行。原来如此，1级的上限是69，而换牙会让颜值的评分超过这个数字。看来得先升到2级，就先把属性和知识技能拉满。幸好买了房，不然这个100万消费就难办了。这股力量感，大脑变得清明起来了，思考的速度也更快了。我去，变体不停地往脑子里钻。等一下，早知道就一个一个来了。我还活着吗？今天是不是还有面试？对，我重生了。早知道就晚点再升级知识和技能了。怪不得老人都说一次不能吃太撑。好像不单单是思考的速度变快了。原来如此，人与人的差距不仅只是思维方式，还有知识储备。有些知识看似没用，但会成为构筑思维不可或缺的一环，两者互相影响，缺一不可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和经验，我也将成为最顶层的精英。Hello， 是韩烈同学吗？还不来学校是打算复读吗？军训马上也要结束了，你的老师很关心你。没有，我的伤势真还没好，过2天稍微好点了，我马上来报到啊。您已满足所有升级条件，消费系统已升到2级。改变如下：优秀级别的属性加点功能已经解锁，随时可以使用经验加点。20万呢，单项加满就要200万了。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最高等级开放至4级，上限为4级999万9999经验。我去，升到4级只需要20万，但升到5级竟然要1000万。算了，升到5级想都不敢想。开启新功能，消费赠品。每一次花钱消费时，都有较低的概率获得与消费行为相关的赠品，赠品将直接存放在物品栏中。这说明能不能再敷衍一点？算了，到时候再看吧。比起这个，好高啊！是新生吗？上外人文学院，我回来了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上外人文学院，我回来了。鼻梁高一点，鼻翼缩一点，眼睛下来一点。好帅！哇哦！哼。不枉费我这么多经验捏脸，看脸的社会，捏脸也是必要投资。
刘老师在吗？啊，我是商学院金融班的韩烈，今天来报到了。韩烈是吧？哎，你先过来坐。给您添麻烦了，住院几天好的差不多了，稍微有点脑震荡后遗症，这是住院报告。还真住院了呀？哎，没事就好。证件都带了吗？嗯，我们先把手续办好，缴完费我带你去认认路。哦，这刘胖子上辈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这货头脑简单，四肢不发达，很好应付。辛苦老师了。那个，咱们班宿舍环境咋样啊？你分到的那间寝室挺热闹的。这样啊？医生特地告诉我要静养，受不了闹腾，这是一点老家特产。我可以想办法给你申请一间私人寝，不过费用会贵一些。上辈子和5个疯子分到一个宿舍，差点把我折腾没了。这辈子我可不想再体验一次。贵点没关系，安静就好。行，那我给你皮条子。报到。很好，舍友喊我去吃饭，你也记得去吃饭哦，养得壮壮的。我现在不但养得壮壮的，还养得帅帅的。2套房子也租出去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在寒假前先把颜值属性堆到79。变化这么大，该怎么和我妈解释呢？不管了，还剩4万多块钱，今天先去把生活用品买了。您的东西请拿好，欢迎再次光临。谢谢。我的手机呢？过2天抽空换部新手机吧。小罗，我记得他家里很困难，学费都是靠自己赚的。啊，这套书多少钱啊？这套168。你这2手书还按照原价卖啊？100，再送你一套杂志，这可是珍藏版的。你的珍藏美女杂志还是自己收好吧。您购买了一套人生宝典，触发消费赠品功能，获得1项额外赠品。啊，这是在暗示我多修身养性吗？一本平平无奇的经文，用心诵读全文，每个级别都可以增加1点智力属性。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升到天才级别后每提升1点属性，都是一笔巨大的经验花销。真是好东西啊！怎么了？哎，老师来了！同学们，静一下，咱们班最后一位同学到了，让我们的新同学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请鼓掌。上辈子因为不自信，自我介绍后被全班人嘲笑，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大家好，我叫韩烈，韩烈的韩，烈火的烈，老家在孟城。我因病住院，没能和大家一起参加军训，这是我的遗憾。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弥补。很荣幸能和大家成为同学。之所以学习金融，是因为我想要在这波澜壮阔的市场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并成为一个俗气而又善良的有钱人。我知道这有些难，但我会以此为目标努力。希望在未来可以交到几个性格合拍、爱好一致的朋友。切，装什么呢？垂死王侯千金梦，不换少年一两风。这个同学还挺有文采的。希望我们都能对得起自己的少年时代。说得很棒。婷婷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最后我有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班长是哪位？待会儿辛苦来找我一下，我要补交班费。第2件事，班上有没有单身的小仙女喜欢我这一款的？我年纪小，没谈过恋爱，好骗又好撩。如果有意向，拉我进群后私聊，恕不接受公开调戏哦。装什么装？不就是长得帅了点儿？咱们班不就咱寝室还有位置吗？下午也没见到这人啊。就是，娄智和段小艺，没想到这辈子都不同寝了，这群家伙还能盯上我。不过我的目标可不是你们，麻烦班长来找我一下。来了。韩同学，来加我们群吧。用 QQ 吗？让一下。哼，韩烈，你好，我就是咱们班的班长，席路婷。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
席路亭。2件事：第一，找你收班费；第二，拉你进群。席路亭系3大女神之首，蝉联3届最美女神的称号。这妹子虽然长得漂亮，但我曾经被她坑到差点退学。班长学我说话。怎么？这你能讲2件事，说不定能交个朋友呢。可是班长，我那是3件事。进班级群和找对象，这2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班长，你没抓住重点呢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其实并不是我抓不住重点，而是我根本不关心你的第2件事？好吧，请问班费多少？班费200，气质变了，是同类。对了，如果有活动的话，会提前通知吗？当然，会至少提前3天通知。帅哥，拉你进班级群啊！那就麻烦你们了。我叫余韵，老家在江南。余韵悠长，不错的名字。你的名字也很好听啊，不知道是干柴烈火的烈，还是3针9烈的烈啊？是我玩笑开过火了吗？韩烈，你手机是什么牌子啊？我好像没见过。山货大米。你这气质，怎么看都是家境优渥的小少爷吧？哎，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感情吗？穷。你在逗我？你不爱理人就算了，谁稀罕？不是我不想理你，是我不想再体验一次被当饭票的感觉了。毕竟上辈子在他的鱼塘中就有我这条大冤种。哎呀，让你破费了！呸，400、500的礼物也好意思送给我？韩烈，你不喜欢余韵吗？她长得多漂亮啊！是啊，班长也很漂亮。刚认识，哪有喜不喜欢一说？班长当然漂亮，但不代表我非得盯着最漂亮的那个吧。再说了，我更注重心灵美和契合度。韩烈，你不等电梯吗？不用，我寝室楼层低，爬楼梯比较快。你们还有烟吗？给我拿一根。啊！你不进来就滚！杵在那里当门神啊！哎呀，能麻烦你从我的桌子上下去，然后把椅子扶起来吗？如果我说不呢？你的床是哪一张？睡你隔壁床，怎么？哦，那就好。这小兄弟可真有意思，笑死，还想找后账啊？啊？你小子！等等，哥，冷静！我看到这人刚才从包里掏出了一把羊角锤，羊角锤呀！正常人包里咋可能带这玩意儿？而且刚才他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简直像看一个死人。忍一时风平浪静啊！你忘记当年有个马什么的案子啦？这位哥在念叨什么呀？鞭挞、刑戮，他不会是想超度我们吧？要出去？那个这家伙的女朋友来了，喊我们出去聚一聚。有女朋友？哼，我是不是把这些孩子吓得太狠了？虽说有系统，但还是不能太依赖它。知识可以加点，思想不能；智力可以开挂，智慧不能。为了成长，我必须更加努力。哎，你们说，韩烈会不会是那种名门出来的公子哥呀？同样都是商学院金融班的学生，人家住着国际交流学院的小寝，我们苦兮兮的挤电梯，怎么比嘛？你家不也很有钱啊？家里多少套房来着？你不就是有几套房子吗？年轻的感觉真好。早上好呀。早上好。韩烈，听说你住在下层呀？你这是怎么弄到的名额？太厉害了吧！只是运气好，
恰好有机会而已。商法老师有病吧？别的老师都不点名，就他屁事多，都给老子让让！没见过帅哥吗？一个个都跟个智障一样。烈哥，快让开！这群人我们可惹不起。是哪个不长眼的还不让？我去！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完了！怎么是这群人？韩烈估计要倒霉了。大哥，大哥早上好啊！早上好。大哥，吃早餐了吗？今天回来睡不？今天还是住外面陪女朋友。他们认识？不好意思啊，哥，就让小东北和丁丁先跟你接风吧。哦，不着急。不上来吗？大哥和大哥的朋友先让，我们人多，等下一趟。愧是蔚蓝的超 S 级身材，失礼了，失礼了。厉害啊，烈哥！黄哥他们好像很怕你，你们是之前认识的吗？麻烦你别朝着我喷口水，我不好这口。烈哥，还有啊，辛苦你帮我保管钱包，手脚以后放干净点儿。对不起，告辞啊，烈哥。软暴力也很好用嘛。韩烈，怎么了，班长？你不是说要和大家交朋友吗？怎么对张铁树这么不客气？我也没说过要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吧。这里。说的也是，朋友在精不在多。那你想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啊？大概是不会问那么多问题的朋友。抱歉，烈哥太有意思了，我没有忍住。烈哥，我问题很少哦，考虑一下加个微信吧。晚点我发给你，不过我很少聊天，平时开着静音，回消息的速度可能比较慢。啊，这就是你到现在都没回我消息的原因，也太不把我这个班长放眼里了吧？毕竟昨天晚上光顾着和镇宅兽聊天去了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事情有点多，没顾上回啊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虽然长得确实不错，但是性格太臭屁了，减分！像他这样城府深的人，我还是保持一下距离好了。虽然会计学技能到了3级，但界限却很模糊。这些问题虽然不难，但梳理清楚才能更好地运用到赚钱上。获得了知识是一回事，掌握这些知识又是另一回事。知识塞得越多，整理起来就更困难。在关键时刻无法精准提取所需的内容，这些知识反而会变成负担。不如趁着现在抓紧掌握这些知识，避免以后的麻烦。先确定整理计划，再按照优先级来依次处理吧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做题？这么快的速度？喂，韩烈，老师还没讲到这儿。我不能自学吗？能，倒是能。可是如果真有这样的自学能力，怎么还会考到这里来？过完暑假突然开窍，高考前和人打架住院，错失考试机会。其实我是个天才，但从前不思进取，现在终于浪子回头。3种可能性，你愿意相信哪一个都可以。你唬我，哪个我都不信。我选第3个。烈哥绝对是天才，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和其他男生不一样。你才是个天才吧，天生的海后，玩弄了一圈无知少年，最后嫁给了富2代，现在跟我套近乎的目的也可想而知。班长，既然你哪个都不信，不如自己来猜一猜。猜就猜。首先，你的确是一个天才，但是由于高中的时候性格叛逆，一直不愿意用功学习，直到高考前夕，你的女朋友劈腿富2代，
害得你发挥失常，连2本都没考上。你气不过，跑去报复人家，结果被人家喊来的狗腿子严重伤，住进医院，直到前段时间才康复。你不甘心，决定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，开始发愤图强的学习。你保留着前女友送给你的山寨手机，也是为了激励自己，警醒自己。你告诫自己离漂亮的女生远点，不要重蹈覆辙，所以才一直和我保持距离。你自我介绍说要找女朋友，是因为你想忘记前女友，没有任何行动和回应，是因为你受过伤，畏惧新的感情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合理多了？班长，你该不会兼职在某江写小说吧？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你该不会兼职在某江写小说吧？我又要学习，又要管理班级，还得处理学生会的工作，哪来的时间写小说啊？这掩饰的反应，绝对写过，有意思。上辈子完全没听说还有这招。虽然以前被坑得很惨，但席路亭各方面的优秀却都毋庸置疑。性格强势，自持自律，优秀到一般人难以靠近。还以为他毕业后会过得很好，但听说并没有。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一面呢。前世从未有人说过他写小说的事，证明他对这件事很谨慎，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。对了，当年去他的办公室借打印机，我有急事，你自己弄一下，别乱翻我的文件啊。哦，无意中看到的那条消息。如果没猜错，那应该是他专门用来写小说签约的小号。哼，有意思，就让我来看看你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吧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被他牵着鼻子走？这家伙突然这么说，不会被他发现了吧？韩烈，要不要和我们一块儿去食堂吃午饭啊？不了，我有点事，你们去吧。婷婷，韩烈这个人太不识好歹了，还没人拒绝过我。切，你不就是想养鱼吗？哎呀，直男都这样，别放心上啦。趁着明天下午没课，先去买台电脑，顺便换个新手机和手机卡。漫游费这么贵，虽然很缺经验，但我现在更缺钱呢。我要搬出去住，好吓人呐！吓小孩真有意思。需要什么？很可惜，这样繁华的景象将在短短几年内快速衰退，最终变成浪花被拍死在沙滩上。就要这个了。哦，对了，爱丰专卖店在哪一层？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。虽然价格有点贵，但在未来1年半内，5S 各方面的性价比都是最高的。爱丰手机用来办公以及日常使用，还有电脑，还是买笔记本吧。有些组装主机的商家太会坑人了。2块5，瓶子可以退伍吗？爽！2块，收好。买完手机、电脑就剩1万5了，回头报驾校又要花几千块钱，不能再浪了。不过再怎么省，手机卡这种刚需还是省不了的。您的卡，请查收。好的，谢谢。您购买了一张电话卡，触发消费赠品功能，获得一项额外赠品。之前买3大件都没见给赠品，办张手机卡你给我出货了，这次又给了我什么好东西？自动获得系统顶级权限，
不可监听，不可查询。输入对方信息即可获得对方通信，可获得一切拦截，任意拨通任何号码。哈，这叫普普通通？最后这3条属性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。只要我使用得当，这张卡绝对可以为我提供巨大的帮助。哼，这必然得拿来当主卡呀！婷婷，你说韩烈这个人，怎么又问他？你看啊，他住在国际寝，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吧？段小艺他们几个也很有钱啊，但在气质方面就完全比不上韩烈，除了有点不爱搭理人。可能他性格就是这样吧。手机号和飞信号都是这个，尽量不要外传。这个手机号是？手机号的等级分为很多种，最高级别的号码一般都掌握在高层手中，只能走正规渠道拍卖或者申请。在懂行的人眼中，这号码可不仅仅代表有钱。139是1995年首批开放的移动号段，6666价值仅次于11118888的尾数4连，再加上一个地区代码，了解号码规则的人就会自动脑补，用来打脸简直满分。这个号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看到了个下人说。对了，你加上韩烈的微信了吗？切，这个狗男人让我保密，结果自己到处说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没有，也不叫这个。难道大一时期的席路亭还没建群？那他应该是在大2、大3的时候写了新小说，然后才建立了粉丝群。既然能有粉丝群，就证明他当时肯定有作品爆了。不久后就会迎来一段网文的黄金时期，大量的优秀作品被发掘，改编成了影视剧。虽然我没时间也没写过小说，但我知道未来的流行趋势啊。以席路亭的才华，再加上我对未来的预知，必然能大赚一笔。再试试这个，有了！幸好他的小号已经叫这个名字了。这姑奶奶是在写小说还是搞地下工作啊？看来直接加好友是不可能了。对了，我就不信了。2013年6月7日高考结束后上传，9月1日开学前停更或者完结的作品有6本左右。根据席路亭的性子，铺第1、2本正常，连续铺3、4本还不放弃。他没那个心态和能力。排除各种因素，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作者只有这2个。烈哥，来这边。于越要追韩烈，他不是和谁都聊得来吗？快请坐。没想到余韵对我这么感兴趣，主动向男生示好，这可不像他的风格。婷婷，烈哥来了呀。不理人，珍惜你最后的高傲时间吧。鱼儿已经撒完，就等着鱼儿上钩了。这些人物关系也很有趣。段小艺虽然现在和方菲菲走得近，但他最喜欢的是席路亭。然而最后他娶了余韵，婚后还被绿了。方菲菲最初对楼志有好感，但楼志却是余韵的舔狗大队队长。余韵和方菲菲互相看不顺眼，席路亭和余韵看起来关系好，实际上只是塑料姐妹花。精彩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呢。烈哥，你下午在忙什么？都不回我短信。在寝室里看书，没注意。切什么切？你瞧瞧烈哥，再瞧瞧咱们，根本没得比。不愧是大阴阳师，任何恶心人的机会都不放过。呀，烈哥，你不会是想考插班生吧？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插班生考试在明年5月，
时间还早着呢。是还早，不过我觉得以烈哥你的努力，早点做准备，绝对有机会考上。哎，你想不想也考个插班生？谁不想呢？光想有啥用啊？说的像我考得上似的。试试呗，还大半年呢，动动嘴皮子又不花钱。哎，吹牛轻轻松松，到时候考不上，那可就丢人了。嗨，说的也是，不像我，毕业后不用去上班，考了这玩意儿也没用。哎，真羡慕小易，不用上班多舒服呀。小易家里不是有4套房吗？而且都在内环。谁和你说我家有4套房？是有4个单元楼，好不好？段小易家里这么有钱吗？魔都内环的4套单元楼啊，少说也是个亿万富翁了。哎，你家房子在哪个区啊？天哪，光是租出去都能拿不少钱吧？哼，4个单元楼，哎呀，也不贵，大概工作个2年就能租得起我家一个单间了。段小易的确是个拆二代，开发商补给了他们整个家族共4个单元楼，但是这是村里所有亲戚凑在一起才要来的共同补偿。真正属于段小易家的，也就8套中小户型的民房和1间小商铺。他的父母借着机会开了个小超市，平时没事就收收租，日子过得确实不错。不过，段小易家的社会地位一般，哪有他吹出来的这么神气光鲜？比起这些人，还是他更能引起我的兴趣。虽然段小易家里有钱，但结合其他方面综合评分，依旧是个渣渣。不过，也算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渣渣。反倒是这家伙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看起来和我们完全不是同龄人。性格沉稳冷静，加0.5分。再给颜值也加0.5分好了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哟，烈哥这么用功，怎么着？真惦记着考插班生呢？你打算考哪？再说吧。我就说他怎么表现的和整个金融班都格格不入，对同学们也没什么兴趣。说不定他压根就没打算在人文待多久。真没想好，谢谢关心，但你问早了。我看你高数都快学完了，你不想考插班生的话，学什么数学啊？咱们学校又用不上，怪不得你不爱搭理人家。不愧是茶艺小公主，这是在拿我树敌啊！不过看着这些小朋友玩也挺有意思的，要不哥也陪着演一演？什么没想好？不会是不好意思说吧？瞎扯什么？说不定是咱们烈哥志向远大嘛，所以才不想提前告诉大家呢，对吧，烈哥？是想考复大还是交大呀？具体还得再考虑。韩烈，那你不就是会吹点牛吗？哼，你要是能考上，我给余韵跪下洗脚。楼志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倒是想得美，你也不问问人家愿不愿意。韩烈，楼志开了口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这能一样吗？反正你不准学他那样恶心人。就是，楼志，你能不能别这么 low 啊？韩烈果然很幽默。我开口是 low， 韩烈开口就是幽默啦。什么情况？余韵突然这么娇羞就算了，但席路婷什么时候笑得这么开心过？不能被他比下去，要不然女朋友都交不上。我家离复大也不远，等烈哥考上了，别的不说，校外租房子的事我包了。到时候烈哥来我家住，3年的房租我都给你免了。不过烈哥你可得加油啊，别到时候连报名都不敢。想激我？到时候再说吧。而且12所高校不开放金融相关的专业，挺没意思的。他没听出段小一话里的恶意吗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来？他只是没去在意。韩烈考哪里和段小一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们优秀。韩烈，
以你的数学水平，只要目标不放太高，应该机会很大。你本身底子就不差，学习能力又强，以你的数学水平，我觉得不难。席路亭主动夸我，还给我搭了下台阶的梯子。高冷小美女突然转性了？班长都这么夸你，烈哥的数学水平得有多高啊？我都要看看有多厉害。不就是往上头填答案吗？草稿都没打。你可别说这靠的是心算，闭着眼睛乱填，我上我也行。乱填，坏了你连公式都填不对。为什么没有计算过程呢？这题目太简单，心算就够了。你好厉害，我连第一章都没搞明白。烈哥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吧？确实没少付出，不过值得。数学3级相当于清北数学系大2学生的水平了，这些题目确实小儿科。不愧是烈哥，太努力了。励志，切，这两个花痴。韩烈，以后可以找你问问题吗？我也想考插班生，可惜我学习能力不行，肯定是考不上了。你凭什么？不就是个外地来的穷小子吗？套个学霸人设就给我装起来了。还有这群人，韩烈只不过是装装样子，一个两个全倒戈了。这才多久啊？连席路亭都替他说话。心算，你好棒棒啊！那我就祝你成功考上复大，早日找个好工作喽。努力，家里再支援点，大概用10年的功夫就能攒到我家1套房的首付了。不过刚毕业的那几年，估计工资也没多少吧。幼稚鬼，交完房租水电也剩没多少，但没关系，大不了你就租我家的房子嘛。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想打几折都行。人家烈哥可是住着高贵的国际寝，还差你那点房租？3500一年和10万多一年，这还是差了挺多的。我们家的楼可都在内环，底薪没有个1、2万，还真不一定租得起。不知道韩烈家境怎么样，能不能和段小艺比啊？哼，上钩了，最好可以打起来。真想看看这家伙吃瘪的样子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到时候我再亲自出马力挽狂澜，看他还玩不玩欲擒故纵那一套。狗男人，上来和我狂！你家哪套房子那么贵啊？我家哪套房子都这么贵。哼哼，小朋友，你不会真把全村凑出来的那4个单元楼都当成你家的房子了吧？不会吧？被我说中了？你在扯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不太清楚。杨浦区新苑家园4号楼嘛，我知道。小高层1梯4户，1室户型42平，2室户型64平。你们一家3代齐上阵，拿到了1单元10层、11层的8套房子，2套自己住，6套用来出租。啊，对，还有你父母额外购买的1套48平底座商铺，用来开了家小超市。话说回来，今年杨浦区回迁楼的均价是多少来着？我记不太清了，你记得吗？现在我再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你家哪套房子那么贵？你韩烈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原住民抱团向开发商施压，最终整体回迁，确实很厉害。不过这事牵头的不是你家，把事办妥的也不是你家。说白了，这件事和你们家并没有什么关系，撑死就是跟着捡了个便宜而已。段小叶，你是一个被时代眷顾的幸运儿，你可以跟我炫富，但不能把炫富的资本归结于你的自我奋斗。是城市发展的洪流将这笔财富送到了你家门口，你应该对此心怀感恩。首先，你家里真没你吹嘘的那么牛。其次，就算你家里有点小钱，
这钱也和你没关系。你最好记住这2件事，不要来我面前跳脚，成天阴阳怪气。现在的你什么都不是，也没有这个资格，懂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大魔都卧虎藏龙，来这里读书，家里人不希望我惹事，但也不想看到我被欺负。全班64个人，我惹得起谁惹不起谁，总得提前调查清楚。至于你，你在哪个层次，你应该自己有数。给你一个忠告，小朋友，这种事可别千万有下次。我的表述够清楚了吗？知道了。同学们上课了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微观经济学。微观经济学啊，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。段小一的反应，这个废物，这都能被翻盘。不过，虽然没看到这家伙吃瘪，但他刚才的表现简直帅呆了。像段小一这种没脑子的暴发户，就该有个人来治治他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本小姐不就白白当了次坏人吗？不如再写一本霸道总裁爱上我，就拿韩烈当原型。情绪失控没有好处，先平复下来，再去想别的问题。有人曾说过，话要软着说，事要硬着做。刚才韩烈的表现比我能想象到的极限还要完美，该容忍的时候有气度，该硬气的时候有锋芒，这样的人一定要努力与之交好。烈哥，午饭去哪里吃啊？我和婷婷去食堂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啊？食堂太贵了，吃不起。我才不信，吃不起食堂却用得起刚上市的5S。对啊，钱都拿来买5S 了，所以现在只能吃土了嘛。切，没关系，我请你。真的假的？我可没钱回请啊。这狗直男怎么回事？老娘图的是你回请吗？不用你回请，我生活费管够，多请你几顿都没有问题。光顾着回镇宅售消息了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好家伙，我这是无意中反钓鱼了？有意思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这不好吧？真是的，烈哥你别装样子了，来嘛来嘛，就给人家一个面子嘛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在混吃混喝这块，哥还没怕过谁。你们笑什么？你们两个太逗了。他说混吃混喝。爽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故意啥了？你当我是搂智呢？我只吃正经的食堂。哼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竟然会对他做出这种举动？他不会觉得我很轻浮吧？烈哥，和韵韵混吃混喝多恶心，要不还是我请你吧。我就是个吃软饭的，只要够香够软，吃谁的都一样。要不你和云云商量一下？有了段小一的这波助攻，他们好像对我更上心了。但是我只想好好搞钱呢。虽然他们都是大美女，但是和他们正儿八经谈恋爱，那还是算了吧。一个纯恋爱脑，一个想嫁富二代，我可招惹不起。韩烈这个反应，是对我俩都没兴趣。也是，看他先前的表现，估计来头不小，说不定什么样的美女都见过了。像他这样的男人，难追才是正常的。只要他家境殷实，暂时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？烈哥，韵韵，
你不是刚买了一套护肤品，没有多少生活费了吗？这顿还是我来请烈哥吧。那护肤品哪是我买的，明明就是他们送的。一顿食堂我还是请得起的，显不着你。那就你请呗，到时候别来哭穷。那个，你们不饿吗？对了，烈哥，你为什么突然换手机了呀？怕班长拿我编故事呗。那手机再用2天，搞不好全校都要说我对前女友余情未了，受过情伤了。我可没到处说这些。烈哥，你真没处过对象啊？真没处过，高中太不起眼，没人看得上我。切，真会骗人。你说啥来着？没听清。没啥没啥，楼子说烈哥你太谦虚了呢。不过烈哥确实谦虚。那烈哥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跟大家说说嘛。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想想啊，大概是那种不用特别漂亮，但是温柔懂事、三观合得来，相处起来很舒服的女孩子。原来烈哥这么传统啊，怪不得烈哥没处过对象。不过没事，像烈哥这样的好男人，肯定配得上最好的。什么样的才是最好的？这问题当然是烈哥自己决定啊。玉玉说的对，烈哥喜欢才是最重要的。虽然我对韩烈没那意思，但平白成了他俩的假小弟，真令人不爽。再说了，真要是比，我也不见得输啊。真幼稚，成天比来比去。好了，烈哥，走吧走吧，打饭去了，一会儿好吃的都要被抢完了。我还买了点水果，韩烈，我们一起。他人呢？不会是跑了吧？在这儿呢，哪能真白吃你们的东西？喏，不清楚你们的口味，甜品应该都喜欢吧？买了好几种，你们自己挑。我要草莓的。这群孩子真好哄啊！班长不吃吗？这可是动物奶油，可健康了。你不喜欢吗？不吃的话给我吃，这玩意儿老贵了。凭什么便宜你？这招还是这么好使啊！不过烈哥怎么知道我想吃这家的蛋糕啊？这家店可不便宜呢。烈哥破费啦。客气，你这一大桌子的菜也便宜不到哪儿去。是啊，还有2个大鸡腿呢，标准挺高的嘛。那是，我请的客哪能让烈哥吃的不好啊？方菲菲这家伙这么快就开始找茬。我这不是担心你把自己吃穷了吗？只要烈哥需要，我可以把烈哥养到他发生活费为止。那还是不妥啊！按照今天的标准，1周我就会把你们吃破产。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为了防止把你吃穷，明天我去蹭菲菲的饭。行啊，明天我请烈哥吃好吃的。女侠仗义，那是必须的。你请就你请，不和你抢。以后我不请了。那你就不请呗。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他们现在的样子和上一世的我真像。果然，人只有迈过了坎，才能理性看待曾经干过的傻事。云云和方菲菲都快打起来了，这家伙还没反应。也对，以他的涵养来看，对他们这种类型的应该不感兴趣。班长，你想吃橘子，但只剩这1块了。谁想吃了？你留着自己吃。不吃算了。比起余韵和方菲菲，还是小黄瓜更有意思。以前把我坑得这么惨，岂有不还回去的道理？有趣的日子还在以后呢。
大哥，你回来了。中午好，你们吃饭了没？没呢，我们一会儿出去吃。这都几点了？大哥，你吃了吗？要不咱们一起，刚好给大哥接风。不用了，我刚吃完。对了，你们今天还出去通宵？这破学校屁大点地方，除了出去上网，实在是没啥事儿干呢。这群富二代怎么混日子啊？我可太清楚不过了。现在只是上网，等过阵子，他们就会在学长的带领下发现新生活。魔都一大半的洗浴城都有他们的 VIP， 当时就很好奇，他们到底是哪儿来的这么多钱？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好奇了。放心吧，以后有的是事情干，因为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会比他们更有钱。哎呀，大哥，我叫齐向北，东北那旮瘩的，您叫我小北、小东北都成啊。俺家那块呢就是个小县城，家里是倒腾木材的。烈哥，你家要是装房子，想搞些实木家具，跟老弟我吱一声就好啊。我叫丁宇，大家都管我叫丁丁，我是江浙那边的，家里开工厂的。大哥有需要的话，不用了。不愧是咱大哥啊！我这可是看给孩子们吓的，真是造孽。总是这个样子，多影响咱们宿舍团结友善和谐的氛围啊！既然咱们都是一个寝室的了，有些事我也不好瞒着大家。我这个人呢，性格上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，敏感、自卑、内向，不开心的事情总是被我压在心里，爱钻牛角尖，又不知道如何自我开解。我之前看佛经的事，是不是吓着你们了？那是我消化心魔的办法。其实我很看重感情，就是有点不善于表达。既然在一个寝室，那也是上天给的缘分。以后呢，就请各位多多关照，希望我们能成为真正的朋友。这哥们还不如不解释呢。慈悲、敏感、心魔，你这 buff 叠满了呀！妈妈，我想回家。你们怎么了？要不是这附近的房子太难租了，我真想现在就搬走。但我咋觉得烈哥好像是在逗咱们玩呢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有点那意思。但我还是觉得烈哥身上多多少少带着点邪性，怪吓人的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哎，你想啊，有这么一尊大神罩着咱，以后我们岂不是能横着走？以后咱们俩在前头耀武扬威，烈哥左手佛经，右手锤，在后头给咱压阵。哇，那画面岂不威风啊？哎，可拉倒吧，我真搞不定烈哥。你搞不定，但你姐姐搞得定啊！丁香姐一出马，还有啥样的汉子是拿不下的呀？给老子滚蛋！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，老子也不会让我姐嫁给一个阴暗男。我开玩笑的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一集。方菲菲，你们，你能别露出这种仿佛我们是负心汉一样的表情吗？婷婷，你看他，昨天吃我的用我的，今天就……等一下哈，吃确实吃了，但我可没用你的，拒绝碰瓷哈。哎，亏我还特地给你们打包了一份，看来是要被嫌弃喽。人家刚才是开玩笑的。抢什么？就是给你的。韩烈这家伙，嘴上说话不好听，但还是很细心的嘛。如果能把他追到手，那这份细心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了吧？这孩子又在脑补啥呢？虽然不想和他俩扯上关系，但偶尔用来刺激一下小黄瓜倒也不错。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着，锻炼、学习、规划，我过着3点一线的生活。硬要说有啥趣事的话，又是他们几个。
那就是我突然变成了院里的名人。搞不好他想全都要呢。这个名气我能不要吗？烈哥，我和小东北走了，放假回来给你带特产啊。成，一路顺风。对哦，明天就开始放国庆长假了。没记错的话，留校的人会举办一场聚会。啊，这是吵起来了？楼志这家伙说话真是欠收拾。话说回来，这还是开学以来第一次班级内部闹矛盾呢。小黄瓜现在估计大家先别吵，急得焦头去哪里烂额吧。我们可以投票，麻烦一些同学不要阴阳怪气。和前世一模一样，连吵架的原因都没变呢。一个班里有人只能拿3本毕业证，有的人却能拿到2本毕业证。有人的地方就是社会，有时候甚至分不清谁对谁错，一句无心之失就能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。齐路亭管理班级主要靠的是个人魅力，大家给他面子，他说话才有用。这种大家都吵上头的情况，根本就没人想给他这个面子啊。虽然不想管这件事，但看在能刷好感的份上，能帮就帮吧。自从那天收拾了段小艺一顿，威望值直线 up， 压住班上这几个地头蛇绰绰有余。虽然现在连我自己都不清楚，我到底是哪家的少爷了。刚才的事谢谢啊，行程定下来了，明天去野生动物园，晚上聚餐，然后去石库门新天地转一转。费用我帮你交了，谢谢你的帮助。多少钱啊？没多少，不许再问了。哦。啊！我第一次为男人花钱，他就给我一个哦，狗男人，你给我等着！生气了？啊？怎么突然就聊崩了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他不和我聊，我和小黄瓜聊去。上次可是下血本给那2个疑似正主的账号打了赏，我就不信钓不到他。啊！终于有回复了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冷静下来，还不能确定这个作者就是他。套没套着狼，等他下次回复就知道了。喂，妈，你和我爸最近咋样？儿子好得很，吃嘛嘛香，长高了好几厘米呢。知道了，我钱还够用，你和爸照顾好自己，等儿子出息了，把你们都接过来住大别墅。声音变好听了，那不是好事吗？哎呀，没哄你们，我现在也长大了嘛。那你们去忙，拜拜。烈哥，快来快来，就等你了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烈哥，快来快来，就等你了。路好滑啊，烈哥。这摔的也太假了吧！你不是要回家吗？而且你生活费够用吗？不用你管，我妈咪给我打了生活费。不就是想趁我不在好下手吗？你晓得没？先松开，这大热天的。啊，段小艺和陈平都舔着脸来了，楼志那家伙竟然没来。好了，大家都到了啊，出发吧！我去给大家买地铁票，大家跟着我，不要乱走。哇，班长腿真是绝了呀！这就绝了？他现在那双筷子腿有什么好看的？哼哼，1年以后健身有成的西路亭，那双腿才叫绝！不但是个腿精，气质也很好，那女王范儿。韩烈，你们聊什么呢？赶紧跟上，走丢了我可不管。好，好，好，来了来了，班长大人。这是第1次班级活动，还有韩烈在，应该不会有人闹事吧？
地铁急死了，折腾这么久，就为了过来看个猴？哎，可不是嘛，从小到大都来这儿春游多少次了，毕竟便宜嘛，学生票才65。你以为谁家都跟你家一样有钱，家里有8套房啊？你几个意思？嘲讽我？图便宜算啥理由？你缺钱是吧？我给你补。谁嘲讽你了？来都来了，又没人求着你来。你咋了？想打架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行啊，打呀，谁输谁孬种。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？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呀，他们会不会打起来啊？好吓人呢！没事，打不起来。你松开，热。哎呦，人家害怕嘛。烈哥，我也害怕。你们怕啥？他俩平时不也天天吵架吗？怎么还动手动脚的？现在该害怕的人，怎么看都是我呀！要不你们松开，我去收拾他们。不要！他们要是疯起来，连你都打怎么办？太危险了，不要过去。他们狗咬狗，烈哥不要理他们。不松开是吧？这可是你们逼我的。总算松开了。这俩女生上辈子没一个正眼看我，这辈子还比上了，真是嘲讽。难得出来玩，你俩人还干架，一点小事就打得鼻青脸肿的。啊？看我干啥？帮我！我肚子好痛，我要去趟厕所。这个狗男人竟然敢演我！够了！你俩想打架是吧？给我找个没人的地方打，别在这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。现在，全体解散，自由活动2小时，饭点集合。不是聚会吗？就这么解散了？这俩人有病吧？团建时候打架，把班长气得不轻呢。还好我不是舔狗了。这谁 hold 得住啊？哎，还是拒绝掉吧。我的目标也不是他们，要是因为乱搞被小黄瓜嫌弃，那才是亏大了。小黄瓜应该已经把事情解决了吧？一会儿给他消消气。这个狗男人竟然自己跑了，我竟然还指望他帮我解围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救救我！我才不理呢！哼，我才不是想理他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怎么了？舅舅，肚子痛，没带纸。那我也没办法，我又进不了男厕所。这小子总算落我手里一次了。你和那看门大爷讲2句好话，很简单的。哎呀，小韩啊，求人咱得有求人的态度呀。姐，求你了，姐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应该叫什么？要是能叫我一声无敌善良可爱的小仙女，我也不是不能帮她。妈，姑奶奶，叫姑奶奶也不行。那亲爱的。这个狗男人，你纸没了，掉水里了，喂企鹅了。这狗男人就是上天派来玩我的，再理他我就是傻子，说点好话哄女生开心都不会。也是，云云和菲菲这么舔着他，也没见他有什么表现。在思考啥呢？拿着，不吃一会儿可就要化了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古人云：“文似看山不喜平。”平铺直叙、不能充分调动读者情绪的文章，不是好文章。谈恋爱也是同理，不能充分调动情绪的恋爱，同样不是好恋爱。先让人生气郁闷，然后再制造惊喜，从而制造巨大的反差。有了情绪波动，反而能使感情更加稳固。舔是没有用的，
只有掌握了增进感情和维持新鲜感的方法，才能真正吸引到对方。赶紧拿着，我排老长的队才买到的，肯定好吃。别磨叽，我刚买好纸，现在肚子憋得慌，得赶着回去呢。真是的，要去厕所就去，再是故意恶心人。这丫头平时挺高冷，对这类型笑话的笑点倒是很低呀。还不拿着？再不拿，我可就塞你嘴里了。你手洗了吗？又是厕所又是买吃的，洗什么手？我又没擦。既然她的笑点这么与众不同，那我也只能投其所好了。干啥？你这个家伙！笑什么？不行，笑死我了！让我先缓缓。你还在这笑，亏我还给你买冰淇淋。唉，怪不得方菲菲和余韵天天在韩烈面前晃悠，这狗男人是真的有意思。虽然这人有时候很讨厌，但他确实优秀又有趣。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，但要说对他没有好感，我连自己都骗不过。既然如此，给这狗男人一个机会，倒也不是不行。哈，这小黄瓜怎么突然又端起架子了？恭喜宿主经过不懈努力，成功掌握了一项新技能。新技能拉扯，当前等级1。啊，竟然获得了新技能！反正还有接近18万的经验值，先把这技能升到3级再说。3级忽悠，3级演技，3级拉扯。哼，这可不单单能用来撩妹啊！一方面可以隐藏自己，一方面还可以试探别人。好吃吗？挺好吃的，牛奶味很足。真的？真没别的味儿？能有什么？你个王八蛋，不想活了是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感受到爱的味道？爱个鬼！给我站住！小心！哦，这地方小孩子多，闹腾得很，你悠着点，别摔了。小孩子闹腾点，还能说是因为年龄小？咱们班上的那些个同学，一个两个比小孩子还闹腾，一个班里汇聚的奇葩，比我高中见过的还多。都说国教院不好管理，但我觉得人家的班长比我轻松多了，人家1周都碰不上一件破事，咋办呢？一堆窝里横，出来玩一趟都能打起来。人的精力都是有限而廉价的，你明白吗？精力有限，意味着我们一天只能干那么多事。但如果我们无事可做，那么多出来的那些精力就只能浪费掉，变得十分廉价。国教院的人之所以好管理，是因为人家有钱去花天酒地，精力总是不够用，没心思突然去挑衅对方。而我们刚好相反，没有那个资本，憋在这1亩3分地里，只能玩玩手机电脑，精力无处发泄，时时刻刻都在躁动。虽然咱们班小冲突不断，但却不会惹出大麻烦。反而是国教院那边，平时安安静静，一旦出事，肯定就是大新闻。你得先理解两者的不同，才能找到恰当的方式来管理班级。好像确实，你的洞察力太强了。那咱班上这情况，我怎样才能管理好这个班级啊？压是压不住的，这样的冲突以后只会越来越多。有些人不值得你操心，还是让你自己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哦，韩烈说的也没错，只专注于自身的事情，确实是一种办法。你呀，就是太闲了，要把精力放在需要的地方。没有实力的骄傲是傲慢，但若是有实力呢？我虽然有心气，却没有他这样的心态。内心强大又有格局，这样的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不过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以后会专注于自身，向你学习。但是，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，比你变得更优秀的。好好好，你好好加油。你这语气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把我当小孩子哄呢？啊，我可没有。呀，婷婷，
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的心情好点了？韩烈，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？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一集。韩烈没回我的消息，是因为他和婷婷在一块儿。婷婷心情好些了吗？我找了你好久啊。已经没事了，我懒得跟他们生气。刚才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，担心死我了。抱歉啊，我刚才没看手机，要不要一起去大象馆？要不说男人永远喜欢18岁啊，两人站一块儿都是青春呢。啊，等等，大象馆，方菲菲是不是在那儿来着？烈哥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大象馆啊？他人呢？打电话问问吧。喂，韩烈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得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啊！咋了？你要来给我加油啊？谁要给你加油啊？给我去死！什么事业啊？你俩刚才干啥了？这狗男人私下开玩笑就算了，我还开着免提呢。他去厕所了，在这故意恶心人呢，真是幼稚。哦。还是镇宅兽可爱啊！啊，4点多了，先去和他们集合吧。吃烧烤多不健康啊！吃汉堡也没健康到哪里去。去茶餐厅呗，或者西餐厅。那多贵啊！怎么又吵起来了？要不就别去饭店了，直接去小吃街，大家想吃啥吃啥，还能顺道逛个街。赞成，大家各吃各的不就好了？烈哥想不想吃这个？这个烤鱿鱼好像不错哎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这孩子原来这么实诚的吗？刚才那顿海鲜少说300-400了吧？怎么样，可爱吧？想不想试一试啊？可爱，但别给我带。你不去找席路婷他们？你们女孩子一起逛街，应该比和我逛街有意思吧？走，你和他一起。我要是和婷婷他们去逛街，烈哥不就落单了吗？虽然不知道韩烈和婷婷单独相处的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，走吧走吧，还有好多地方没去呢。但我得抓紧一切机会，赶紧下手。哇，这条项链，啊，送给我的？你不喜欢吗？你喜欢这个？当然喜欢，这项链多好看啊！烈哥，陪我进去看看吧。上辈子我饱含爱意，省吃俭用给他买的项链不就是这一条吗？虽然送给他以后从来没见他戴过，如今我对他没了兴趣，他却喜欢上了这条曾经被他万般嫌弃的项链。重来一次，这一幕真是荒唐又好笑。包起来吧，开票。既然如此，就让这条项链成为我终结前世舔狗生涯的特殊纽带吧。是买给我的吗？我一会儿得去菲菲面前炫耀一下。打住！信不信我现在就退货？东西不贵，但我不想惹更多麻烦来。你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消费，因此获得了一件特殊的消费赠品。这也能出赠品？宠物牵引套装。当你给猫猫狗狗之类的宠物套上项圈，拴上牵引绳后，就可以放心的带它们出去玩了。哎，这套要是拿来养哈士奇，那可是神器啊！烈哥，我扣不上，帮我戴一下可以吗？我弄这个也费劲儿，男生的手笨得很。没关系，慢慢来嘛。行了，戴好了。席路婷，他们咋晃到这儿来了？他误会了？不对，我心虚什么？不就是帮人戴个项链吗？有啥可解释的？哼，我想要的是小黄瓜，我的爱可是要在线上绽放的。至于线下嘛，哼，反差不强烈一些，又怎么让他对线上的我敞开心扉呢？哟，婷婷、菲菲，你们也过来了？是啊，要集合了。
怎么打扰到你们了？哪有，我们刚好也准备去找你们了。既然到齐了，就赶紧回去。那就散了吧，天色不早，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。这么无聊还不走？撤了撤了。其实我觉得今天玩的挺开心的。下次再出来玩吧，还有机会。不，没有下次机会了。在上辈子，金融班直到毕业都没有再组织过这样的聚会。人生是一场从孤独中来到孤独中去的旅途，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过客。之前说给他听的那些话，其实也是说给我自己的。没必要为一些过客影响自己，不能和这些小破孩瞎混，搞事业赚钱要紧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舒坦，这个号码，看来是我小说事业合伙人来了。我该说些什么？你好，还是问该怎么称呼啊？这可是第一个愿意和我聊天的读者，还给我打赏了天价礼物。小黄瓜的文风还挺独特的，但这种写作习惯如果用力过猛，就会变成看起来华丽，但实际上没有内容的空壳。同样的，他太过注重自己的文风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剧情设置和基本逻辑。既然以后要和他合作，那么光是一股脑夸他可行不通的。夸赞的同时提出问题，这才是他现在最需要且有意义的沟通。他竟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问题，不愧是我的铁铁。他真的认真地看了我写的小说，有你的鼓励，我就振作多了。你能站在读者的角度，具体说说我的问题吗？或者怎样才能改正这些问题呢？这孩子是不是有点病急乱投医了？这要是随便哪个粉丝就能把这些问题都给分析清楚，那还要啥专业人士啊？不过小黄瓜运气不错，哥还真就是个专家。他说的完全正确。我这是遇到了我的伯牙了吗？很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愉快的合作吧。婷婷，你还不睡吗？你们先睡，我一会儿就睡了。不就是激情戏吗？说的这么委婉。婷婷，还不睡吗？跟谁聊这么投机啊？其实是骗人的，实际上我是压根没得选。席路婷这姑娘，她的性子太过于高傲了，这样的性格注定了她不能接受自己成为一个打工人。对着这样的处境，她要么自己创业，要么就嫁一个好人家。我记得她曾开玩笑说想当模特，但因为水太深，所以放弃了。那么对于现在的她来说，继续写小说一定是她当下的最优解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其实我一直想写一本反传统的虐恋霸道总裁文。男主是一个英俊高傲且腹黑冷酷的真霸道总裁，而女主席梦是一个高颜值并且性格善良坚韧的伪灰姑娘。男女主在火车上相识，经过了一连串的事件和巧合，他们互生情愫，开始发糖。然而媳妇的公司和男主在生意上产生了冲突，
男主骨子里的冷酷和狠辣，让他毫不留情地把媳妇送进了监狱。女主和男主因此发生了巨大冲突，而女主的姐姐为了保护女主，和男主签下不平等条约，以身饲虎。最终，女主得知一切真相后，彻底黑化。她从一朵什么都不是的小野花，迅速成长为了高冷狠辣的大女主。随后，她回到男主身边，虚与委蛇，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。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这么厚一本呢，得再解锁个过目不忘的技能才行。啊，席路亭，班长，早上好呀！你是要拿这本书吗？我帮你吧。你真要写小说啊？不是你说让我专注自身吗？我觉得多发展些兴趣爱好也不错。小说写得好确实赚钱，可惜我不擅长，不然我也试试。谢谢你帮我拿书啊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那班长加油，假期快乐。至于报酬，有2种选择。第一种，拿签字20元的精修费，月结，无论数据如何，我都会准时把这笔钱打给你。第二种，分成。如果你对我们的合作有信心，那你可以拿包括订阅、打赏、版权等等所有收益的1/3。20块的润笔费听起来不高，但作为兼职的话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既然要做，就要敢于尝试。如果火腿的大纲和黄金3张水平足够，赌上一把又能如何？韩烈那个狗男人凭什么比我强这么多？我才不要被他比下去！小黄瓜虽然倔了点，但脑子还是好使的。加上刚才我无意间的暗示，想必对这件事他更加上心。我要拿给小黄瓜的大纲，可是后世爆火的追妻火葬场大女主文。女评文只不过是个水罢了，现在得先把握住所有机会赚钱，然后升级系统。未来要干的事情还多着呢。终于来了，这都3天了，我还以为他要割我。婷婷，我们走啦，晚点给你带饭回来。你们快去吧。女主这名字和我同一个姓氏啊，只是巧合吧？这个大纲比我想象中还要精彩。虽然有英雄救美的俗套环节，但故事中人物表现都很出色，尤其是这个男主，仅通过服装、手表、言谈等细节，就剖析出了对方的背景实力。语言犀利又刻薄，面对被激怒的对手，从容不迫地揭开自己的底牌，将对方的自信彻底击垮。虽然有些地方的用词和描写太男性化，女主角的反应也不太到位，但这只是些小问题。写这种东西给一个男生看，冷静，冷静，这是为了艺术，这都是为了理想。怎么更接近了呀？特殊意义？一个姓氏能有什么特殊意义？真的，我通关了。
签正式合同的话，身份信息和长相不就都暴露了吗？如果这本书的成绩很好，那1/3的分成就会很多。没有合同的话，我也不放心。接下来就是囤稿，囤个几万字，然后上传。柴了几天没收拾，先下楼倒个垃圾吧。啊，大哥，我们回来了。大哥不在吗？回来了，顺手帮我把灯打开呗。怎么了？不进了吗？哥，你干啥呢？咋不开灯啊？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啊？忙着收拾垃圾呢，赶紧进来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这种事怎么能让大哥来干啊？等我们来收拾就成。对了，烈哥，给你带了点特产，这是我家厂子里自己做的，我和我姐啊从小就吃，绝对干净卫生。来，烈哥尝尝看，放心吃。零食加工厂啊，我小时候可羡慕那些家里开零食厂的同学了。不错，好吃。嘿嘿，烈哥喜欢吃的话，我喊家里再寄点，管够。大哥，我也带了特产，这些都是咱东北林场的特产，不知道大哥爱吃啥，就啥都带了点。哥，你拿着吃，吃不了的就给别人。好家伙，这也太多了，我尝个味儿就行，你们自己留着吃。哎，我们从小吃这些，现在一口都不想碰了。哎呀，专门给哥带的，别和咱们客气啊。好吧，谢谢啊，你们这可太实诚了。哎，我和你说啊，我这次回去，真的假的呀？兄弟你不行啊！这俩傻孩子不会是被我给吓成这样的吧？不过如果我没吓住他们，那挨欺负的就是我自己。从小被惯着长大，这些个孩子为了随大流，啥事都敢跟着干。有了黄威那样的人带头，欺负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顺手而已。大哥，咋了？为啥盯着我呀？没什么。话说我小黄呢？是彻底搬出去住了吗？他呀，搬不搬都那么回事吧，反正他指定不敢在大哥面前嘚瑟了。行吧，其实也没啥事。不早了，收拾收拾睡觉吧。你俩给我带那么多特产，我也怪不好意思的。明天我请你们吃个饭吧，礼尚往来。那就不和大哥客气了哈。大哥先睡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烈哥破费了，这家的烤肉味道不错呀。不好吃能带你们来，不够吃就在家。这里的炒饭也不错，改天也该请菲菲他们吃顿饭了，毕竟蹭了他们这么久。哟，潘哥豆腐，好巧啊！丁丁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嘿，我昨晚刚到。哎，你们呢？吃饭了吗？我们也是昨晚回来的，还没吃饭呢，刚出来没一会儿。咱班同学，国交院校花，漂亮吧？很漂亮。要拼个桌吗？刚好认识认识。可以吗？我好不好？那就麻烦你们了。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！既然缘分到了，那就由我来介绍大家认识认识。这位活泼可爱的大妹子是咱们金融班的班长付豆豆，外号豆腐。叫我豆腐或者豆豆都行。哎，这位就厉害了啊！咱们班的班花兼国交院院花，全校最受欢迎的大美女潘哥儿。小东北这孩子不愧是东北来的，我替人尴尬的毛病都要发作了。这位呢，就是咱英明神武的。我叫韩烈，商院金融班的。
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商院金融班的韩烈，好耳熟啊！哦，你不会就是那个被商院2大美女倒贴，天天抢着请你吃饭的男生吧？这话题变得这么快吗？哇塞，大哥这么牛！哎，这么精彩的故事，怎么不给兄弟们分享分享？这有啥可分享的？我们先点个菜吧。你们要再加些吃的吗？哎，成，今儿个咱们烈哥请客，想吃啥随便点。这不好吧？怎么能让刚认识的人请客？要不还是我来请吧。没关系，我来请就好。碰上了就是有缘，没必要因为一顿饭搞得这么刻意。大家都不差这一顿烧烤的钱，我和你们也算半个同学，就当是同学小聚一场，吃得开心最重要。那就谢谢烈哥啦。客气。不过，为什么你们都爱管我叫烈哥？这么叫着顺口呗，总不能直接管你叫烈烈吧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你再点一份尝尝。潘哥啊，以前只是远远的见过一面，小东北他们和他竟然是同窗，而且他不应该是那种家里有钱、高高在上的小公主类型吗？可以为了同伴而接受陌生人的拼桌，在别人尴尬的时候出声解围，做事也大大方方。这性格可是和传说中的完全不一样啊！果然是耳闻不如眼见。韩烈，我不太能喝酒，但是能陪大家一杯。今天你坐着，请。能喝多少算多少，咱们不搞那些个酒场上的陋习。实在不行，点些果汁饮料。女生出来喝酒喝多了也不安全。你说的对，只要你们不介意就好。你的眼睛好像很特别。我母亲是少数民族，我遗传了她的虹膜颜色，是不是很怪？不会，特别的漂亮。你是哪里人？孟城，听说过吗？矿产资源很丰富的一座新兴城市嘛。风景怎么样？山倒是挺多的，不过没什么风景。采矿带来的破坏？发展的代价。哎，大哥，你看那边，那个大美女是不是你们班上的那个来着？嗨，班长。班长？商院金融班的班长不就是席路亭、潘哥？席路亭、潘哥，两者被誉为人文学院的绝代双骄。席路亭当了班长，又参加了学生会，目标十分清晰，以文艺部干事为跳板，慢慢走上高层，锻炼自身能力。潘哥，国交院金融班的学生，对学校里的一切都不感兴趣，什么都不参与，安安心心地等着出国留学。按理说，这两个人应该没什么交集才对。没交集才怪！我在学生会忙得要死要活，好不容易会长给画了个大饼，大一下学期就把文艺部副部长的职位交给我，还没高兴2天呢，就听说这个副部长的位置其实是特地给一个新生空出来的。学生会私底下三顾茅庐去请那尊大佛，但人家压根儿不愿意来。就算如此，这个副部长的位置也要给人家留着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学生会私底下三顾茅庐去请那尊大佛，但人家压根儿不愿意来。就算如此，这个副部长的位置也要给人家留着，直到确认对方是真的没兴趣，这个位置才轮到了我。哼，老娘任劳任怨的工作，到头来就为了捡一口别人不要的剩饭。而这尊学生会请不来的大佛，就是这位国交院金融班的潘哥潘大小姐。哼，韩烈怎么会和他坐在一起？这狗男人是交际花吗？余韵霏霏还不够他狂呢。哼，韩烈，你怎么回事？余韵还在寝室等你消息呢。哈，上来就搞我？我们不是刚成为战略伙伴吗？我这2天也没得罪他吧？我请室友吃饭呢，刚好碰上了国交学院的同学，简单拼个桌。啊，班长，你是出来吃饭吗？
待会儿麻烦你帮我带点东西回去吧，算是我请你们全寝吃烧烤，见者有份，也省得你再排队等桌了。呵呵，这狗男人什么意思？欢迎我！哇，有瓜的味道。都碰上了，那就来一块吃啊！现在排队那得等多久啊？吃完了再单独打包不就得了？服务员，加张椅子。我去，你个二愣子！哥，快，给你们班长挪个地儿啊！烈哥，你动一动啊，挪点位置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大哥现在明显是和这妹子不对付呀。我谢谢你，今天晚上我教你念经。哎呀，完犊子，办岔劈了！既然如此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韩烈，加我一个的话，不会打扰到你们吧？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小黄瓜平时虽然忙了点，但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。早就听说人文学院绝代双骄有着一些过节，这要真让他俩在同一张桌上吃饭，那还了得？班长，我们这儿已经吃了一会儿了，你看这桌上都是些残羹剩饭，这次估计真不太方便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再给你打包点新的带回去。等下次有机会了，我再隆重的邀请你。如果想互相认识认识，也可以到时候再组个饭局，怎么样？行，我知道了，也不用你打包。我突然想吃点别的，那么你们慢慢吃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大哥，那大妹子好像生气了呀。不用你说，我又不瞎。果然还是生气了，一会儿得哄一下。我活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拒绝我。这个男人，哼！我不就是看到他们坐在一块儿，脑子没转过来冲上去了吗？他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这个狗男人！狗男人！烈哥，我刚才都没反应过来，你和那个大高个同班呢？一共就2个金融班，2个班长。烈哥不和婷婷同班，难道和你同班？而且你们不是一个寝室的吗？这点事都不知道啊？这不是事情太多，我给忘了吗？总不能说是大哥威压太足，我们压根儿不敢问吧？他就这么走了，估计心里不好受吧。既然大哥和他不对付啊，那他走就走了呗。他这么上来搭话，我还以为是大哥这熟人呢。我和婷婷都在学生会里，虽然见面不多，但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啊，做事也很认真。你呀，有些时候不能光看表面的东西。我也听说过席路亭这个人，虽然做事认真，但是性格有时太强势，太双标。这样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的，很多人都和他不对付。反正我看他脾气挺大，也不知道谁能镇得住他这样的妹子。其实没那么夸张，潘哥说的或许没错，这样的性格确实容易得罪别人。但他只是年纪小，不够成熟，或者说是没在别人那吃过大亏。我对他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付，只是我和他都有自己的脾气，也都是不愿意一味迁就对方的人。人是会成长的，性格同样也需要慢慢打磨，没必要太较真。烈哥，你能说出这样的话，简直令人刮目相看。你这说话的调调和我爸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人是有多面性的，太片面了也不好。切，什么意思？说我老呢？赶紧吃饭，串儿都凉了。我去趟洗手间，帮我加份炒饭，打包哈。去吧。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1集。我去趟洗手间，帮我加份炒饭，打包哈。去吧。感情你原本就打算拿我当素材啊？不是你这丫头突然冲上来的吗？话说我也没刻意冷着张脸吧？算了，先哄人再论对错。更何况火腿只是个网友，顺着他的话说就完了。
老板，拿饭炒饭打包。哎，得嘞。不理，那可使不得。我有点急事，离开一会儿，你们慢慢吃。一会儿我要是没回来，小东北，你负责帮我结账，别弄丢了啊！有事给我发消息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不过烈哥，我们好像没加任何联系方式啊。哎，我大哥去哪儿啊？不知道。大妹子，你这份炒饭要加点啥不？加蛋2元，加火腿肠3元。加分蛋。你说的对，和你吐槽完，我感觉自己现在冷静多了。妹子，炒饭好了，一共10块。啊，好，马上。哎，我钱包呢？不会是没带出来吧？老板，我帮他付。啊！都说了给你打包一份了，你这份拿来，我们交换。刚才那家店的炒饭味道很好，油也不重，你尝尝。干嘛不换？这家的炒饭我吃过，重油重盐还贼贵，你不怕吃了爆痘啊？呵呵，我谢谢你的关心。哼，吃炒饭长不长痘我不知道，但和狗生气绝对会长痘。既然是你买的，那就你拿去吃。再见。看起来是真生气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！小黄瓜今天突然改了性子，这很不正常。要说唯一奇怪的地方，那就是他和潘哥的那股子迷之火药味儿。啊哈，这还能有意外收获呢？小黄瓜这性子确实是有些双标的，要求别人不能在非允许的情况下接近自己，这样莽撞的性格迟早要吃亏。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才能早点矫正回来。呀，大哥，你回来了！烈哥还吃不？我们商量着散场了。买单吧，浪费食物可耻。我把这玩意儿带回去消灭掉。大哥，你刚才拎炒饭去干啥了？怎么回来成了两？小北子，啥事都好奇对你没好处。大哥的事咱们少管。那我们先回去了，下次有机会我会见你一次。小北和烈哥也拜拜。有机会一定。烈哥，我和丁丁一会儿还要出去，你要和我们一块儿吗？出去？去哪儿？同学约了几个上戏表演专业的妹子，晚上一块去唱 K。一块去唱 K？ 你确定不是喊你们去买单？大哥，你咋知道的？难不成多念经能让人料事如神？那倒不是，主要是你们两个浑身都透露着一种清澈的愚蠢感，一看就是人傻钱多。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大哥，真不去啊？那些妹子是跟我们班单子豪认识的，一个两个都是大美女，指不定就看对眼了呢。真不去，我可掏不出大把钞票替他们买单。更何况我现在对美女没兴趣。那咱们班花那种类型的大美女呢，也没兴趣啊。我和丁丁可以帮你助攻的。业务挺广啊，还能帮忙助攻。既然如此，你咋不自己追啊？大哥，你开啥玩笑呢？这种妹子我追不上，养不起，罩不住，就连她主动倒贴我恐怕都得掂量掂量。没错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。不错，竟然这么有觉悟。那必须的，也不看看我们是谁小弟。什么小弟不小弟的，又是大哥又是小弟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宿舍住了仨街溜子呢。赶紧出去玩，别碍着我看书。走啦，大哥。国庆假期结束后，11月11日，一场由龙头们提供技术支持、证券独家合作的炒股大赛便会开始。赛制共分为3轮，战线拉到明年1月27日，名额向全社会开放。一旦晋级总决赛，便会拥有100万的真实资金操作权。在最终的2周比赛时间里，参赛者用这100万赚到的所有利润，都属于参赛者的合法收入，不但能验证我3级金融的实战水平，还能借此机会大赚一笔。每周1、周3 10点更新1集。
霸道总裁的复仇女神的囤稿字数已经到了10万字。小黄瓜的效率很高，等首次曝光签约后，下个月就能拿到收益了。至于潘哥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过节，但这些过节和我暂时没有关系。这个女人的段位太高，是真正从小被耳濡目染教导出来的富家子弟。我现在没有实力，也没有能力和对方打交道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烈哥，好久不见啊！也就1周没见，倒也不算很久。哎，这可是开学后的第1个长假，烈哥，你都不多出来玩玩吗？没办法，要做的事太多，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凑。马上就能把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梳理完毕，着手准备专项深造了。除此之外，每天还要腾出2小时来写小说。只有忙起来的人才知道，一天24小时完全不够用。是啊，忙都忙，忙点好。可我听说有人嘴上说着没生活费，暗地里却偷偷请隔壁国教院的院花吃饭。停 ，stop！ 你是被余韵传染了吗？怎么阴阳怪气？哪有，我这不是在关心烈哥吗？哎，烈哥，你和婷婷闹脾气啦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婷婷昨天回来的时候脸色超差，我们问她怎么了，她冷冰冰地甩了一句：“撞见你们烈哥请人家国教院院花吃饭呢。”余韵提完以后啊，那脸都黑了，他俩脸色一个比一个差，搞得我都不敢继续问了。好啊，你个小黄瓜，瞧瞧这阴阳怪气的小语气，咋还悄悄告黑状呢？烈哥，说说嘛，到底发生什么了呀？没发生什么，我请室友吃饭，撞见了人家的班长，就一块拼了个桌，吃到一半被你们婷婷撞见了，我没让她加入饭局，她就生气了呗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哎，我还以为发生啥大事儿了，没有大瓜，好失落。不过烈哥，你竟然连婷婷的面子都不给啊！我又不是他的那些舔狗，什么都得顺着他的意思来。要是给他面子让他俩坐到一块儿，那可就更热闹了。烈哥，你对婷婷真没意思啊？哼，我对他有没有意思关你啥事？笑笑笑，就知道笑，赶紧爬开，我要继续看书了。烈哥，一块吃午饭吗？我请你啊。我请吧，昨天本来就说要找机会请你们搓一顿的，蹭了你们那么久，也该回请你们一次了。真的啊？好呀好呀，那我想吃火锅。你先去问问余韵他们想吃什么，投票制啊。啊！小黄瓜这是在因为昨天的事尴尬，冷静下来之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确实有些冲动了。不过他这性格是不可能主动认错或者示好的。还有这种好事？这种时候我表现得越自然越不以为意，他内心活动反而会越丰富。锅底点鸳鸯锅吧，大家都能吃。帮我加一份干碟。哎，婷婷要不要来一份？我都行，你们点吧。哎呀，昨天的事那么尴尬，这狗男人倒是表现得和没事人一样。这2个家伙真没志气，一顿火锅就乐成这样。反正我才不要给他好脸色，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很严重。呀，3位小美女来吃火锅呀，我们桌热闹，要不要过来一块儿啊？哥请客。老大给力。谢谢，但是不用了。又是个来搭讪的。别这么高冷嘛。哎，你们是哪个学校的？我们是哪个学校的，应该和你没有关系吧？烈哥呢？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快打个电话问问啊！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美女玩手机呢，加个联系方式呗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如果你还要骚扰我们，我们就要报警了。小美女长得漂亮，脾气倒是不小，这怎么能说是骚扰呢？哥几个好心想请你们吃饭，真就一点面子也不给。来嘛来嘛，别这么害羞嘛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我就去取个钱的功夫，怎么又整出事来了？我这体质是不是不适合请客吃饭呢？每次请客都要出状况。你和他们一块儿的，兄弟眼福不浅啊。他们中谁是你女朋友？
每周一、周三10点更新一集。他们中谁是你女朋友？这个长得最漂亮的，这么好看的大美女，介绍给哥们认识认识吧。松手！你小子，把手放在哪儿呢？放手啊！啊！疼！你神经病吧？哪里来的疯子？赶紧放开老子！哈，我抓着你不放，我就是神经病了。那你刚才抓着个陌生姑娘不放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咋的？认识认识不行啊？你不爽？不爽就来干一架，哥几个好好教你做人。这可是你先动手的，我只是按照你的要求松了手，并且进行了自卫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是他先出手的。咋了？出啥事了？谁给我打的电话？烈哥，愣着干啥？走了。啊！你们想被那些路人围观着吃火锅呀？他们可都等着吃瓜呢。走吧，我们换一家店。哦，好，走吧，这群人真讨嫌。你小点声，一会儿那群人又来找麻烦。你怕什么？咱们烈哥深藏不露，一拳一个小混混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烈哥刚才真帅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切，我一句然后就没了，这狗男人到底几个意思？你刚才是不是觉得我揍他的那一下很帅？你想啊，那些霸总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写的？女主被小混混骚扰，男主霸气出场，把小混混给收拾一顿之类的。什么跟什么啊？还有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看霸总小说？这家伙怎么会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？他是住在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言情小说的套路不就都那样吗？不瞒你说，刚才有一瞬间，我甚至想把他们挨个揍一遍，顺便试试系统给的运动技能水平。可惜小说和现实是有差别的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意气用事，权衡利弊下来，给他们一点威慑就够了。要是真和他们打起来，我无法保证可以同时护住你们3个女孩子。况且在火锅店起冲突，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安全隐患。火锅店发生争执，用热汤泼人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，必须以确保大家的人身安全为主。不过那几个小子也挺倒霉，那家火锅店的老板我认识，是个退休阿 Sir， 正义感可强着呢。监控一查，这几个小混混免不了要被抓去教育一顿，说不准还得被喊家长呢。小混混还能被叫家长？这我就不知道喽。反正我最怕的就是被叫家长。快叫你家长来！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是你给店长打的电话？进店前就打了，怎么样？可机智吧？哼，勉强算你机灵吧。明明昨天还把我骂得狗血淋头，今天又觉得我帅了。女人变脸的速度可真快。喜欢？我才不喜欢那个家伙。婷婷，你最近晚上天天抱着个手机和谁聊天呢？我和我一个朋友，我在和我一个朋友唠嗑呢。哎，我看你前几天改了签名，不会是网友吧？你想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以前就认识的朋友而已。我要去图书馆一趟啊，你们先睡，不用等我。这个时间都快到熄灯的点了呀。你们觉不觉得婷婷最近老是神秘兮兮的，动不动就跑去图书馆泡着？我知道长假刚刚结束，各位同学的心啊还没有完全收回来，但投资学是金融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，老师希望大家尽快调整好状态。不过理论是理论，市场是市场，
而投资能力也不是光看课本就能学出来的，重点在于大量的实践。过审了！话说我第一次发表小说的时候，好像都没这么激动。后面那位同学，剑斩祖龙朝龙子，硬扛幽龙准至尊，神子君逍遥，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。天上天下，3000世界，我为大帝，方得逍遥。开局签到荒古圣体，每周6更新1集，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我看看，韩烈，韩同学，这位同学，你开着笔记本干嘛呢？啊，老吴不应该是鼓励态度吗？干嘛突然点我名？韩同学，老师知道证券投资学这门课很枯燥，但老师还是希望你能稍微认真一些。不愧是韩烈呀，我们撑死玩手机，他直接把电脑都给带来了。他不是平时挺用功的吗？我去，我想起来了，老吴鼓励大家带笔记本来上课，是为了方便结合教材与实践来讲解。这是在教到第14章以后。老师，我没有在玩电脑，我是在实践。光想着比赛前提前熟悉操作，却没想到不小心把时间线给搞串了。玩电脑就玩电脑呗，非要装。实践？实盘吗？总不能说我开户1周就有了30%的收益率吧？那多吓人呐！只可惜我本金没多少，这收益率也就看着高了。老师，是模拟盘。那你觉得完全无压力的模拟盘操作有实际意义和帮助吗？有的，可以提前探索交易模式，熟悉操作。哦，小伙子心挺大，老师就喜欢你这样的。韩同学，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一个完整成熟的交易模式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？如果你讲得好，我会直接给你的平时分打满分。你就算这学期不来上我的课都没事，但如果你讲得乱七八糟，老师可就要扣你的平时分了。我老师可是每节课都要点名的，还经常抽查作业，我平时分都不够他扣的。啊，真羡慕韩烈啊！我也想上去讲。有什么可羡慕的？让他讲，他讲得明白吗？我看他这点平时分，一会儿就得被他扣完。烈哥能搞定吗？所以交易模式是什么东西啊？听着好高大上啊！虽然平时分扣了无所谓，但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方菲菲在倒追韩烈。如果韩烈出丑被嘲笑，我们岂不是也要跟着一块丢脸？你跟着担心什么？老师虽然严厉，但也不是那种会故意打压学生的老师。就算韩烈讲的不好，吴老师也不会让他难堪的。既然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，那我就简单讲2句。不过，交易模式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概念，它其实是一个交易者对自身投资策略的框架性总结。所以我没资格判断一个交易模式是否成熟而正确。我只能讲讲我所理解的能够稳定盈利的交易模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。1. 交易周期。2. 交易技巧。3. 仓位管理。4. 风险控制。5. 交易纪律。5大要素有机结合，再根据市场环境灵活修正，就能构成一套完整清晰的交易体系。而单独将其拉出来，专门应对某种情况时，就是一种交易模式。很好，这位同学讲得很不错。韩烈刚才说什么？我完全没听懂。期末考试的时候，你交一张填了名字的白卷上来，老师给你打95分。真的假的？烈哥牛啊！老师，你这要求也太超纲了。而且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实力拿满分。哼，
狗男人还真是臭屁。不过，如果我说的不好，老师你可不能撤销之前那个奖励。老师许诺给你的还能收回来不成？你小子真是。再说了，我相信我的学生们，你可以做到的，他们同样也可以。这才上了几堂投资课，就算我能说清楚，他们未必能听得懂啊。不过上都上来了，俗话说得好，教人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。索性趁此机会，把先前的思考和总结都拿出来梳理梳理吧。更何况这也是个不错的拉拢机会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当时我在自我介绍时和大家提到过，我之所以学习金融，是因为我想要在这波澜壮阔的市场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积累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，进而实现自身价值，最终成为一个俗气而又善良的有钱人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我仍愿意为之付出努力。同样的，我还说过，我期待能结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与我一同前行。我会证明我为这个理想而付出过的努力，并且在此向有志于此的伙伴们发出邀请。剑斩祖龙朝龙子，硬扛幽龙准至尊，神子君逍遥，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。天上天下，3000世界，我为大帝，方得逍遥。开局签到荒古圣体，每周6更新1集，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我期待能结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与我一同前行。我会证明我为这个理想而付出过的努力，并且在此向有志于此的伙伴们发出邀请。现在，我将展开交易模式这个课题，一个成熟而完整的交易模式，细节如下：第一，交易周期。交易周期是交易模式的核心，只有确定了接下来我们的操作理念和时间周期，我们才能一步步往里填充细节。啊，他真能讲出个所以然来？虽然这个学校不是什么好学校，但所谓高手在民间，这里有好几个金融大牛，未来都赚得盆满钵满。根据交易周期的不同，买卖技巧就要随之变化，而确认买点和卖点对于操盘者的技巧要求十分严格。如今已经用火腿这个马甲在线上笼络到了擅长写作的小黄瓜，而线下的进展也发展良好，起码现在已经彻底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这个的要点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管好自己的手，根据市场情绪和自己对市场的把握，选择空仓、轻仓或者重仓。接下来要笼络的还有2个人，一个是郑磊，虽然这家伙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，但他会在1个月后的炒股大赛中崭露头角。另一个是霞红娟，没记错的话，他和郑磊、段小艺在炒股大赛中名列班级前3。他和郑磊，一个行事大胆，一个小心谨慎，这样2个互补性的人才，不拉入伙简直太浪费了。当属于自己的交易模式成型，无论面对任何情况，我们都能找出一套预示的程序来应对。最后剩下的便是最难也最重要的事，严格执行。那些成功人士为什么能赚到钱？因为他们有模式，有纪律。那些韭菜是怎么亏钱的？因为他们没有模式和纪律，或者没有严格遵守这套模式，什么都没搞懂，什么都没弄明白，2眼一抹黑就往市场里冲，没常识，没定力，没方法，也没有决心。莽撞行事的代价就是完全脱离控制的亏损。交易模式的讲解就到这结束，感谢吴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。虽然听起来很困难，但大家不要沮丧。我扯2句题外话，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专业，我们便已经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。正是因为这样的韭菜太多，我们才有了自己施展才华和专业性的空间。其实这件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，尊重市场，敬畏趋势，掌握正确的方法论，无论是投资炒股还是日常生活中，只要我们别今天听点所谓的内幕消息，明天又学什么百胜秘籍，拥有自己的判断理解，再具备一定的常识，把这套思考方式养成习惯，我们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人。我讲完了，同学们，
希望我们能够共勉。怎么大家没点反应？烈哥牛啊，讲得太好了！太帅了！原来，谢谢大家的捧场，这就是当学霸的感觉吗？潘潘，你还记得韩烈吗？不是前2天才一起吃过饭吗？当然记得。怎么了？嘿嘿，我找丁丁他们打听了一下，前段时间黄威不是突然说自己搬出去住吗？据他们玩得好的那几个所说，那些天大黄灰头土脸的，一问他还要炸毛，肯定是在宿舍里挨欺负了。再结合丁丁和小北对韩烈那个敬畏的态度，我感觉8成就是韩烈干了什么。黄威那家伙可不好惹，再算上丁宇和齐向北，3个人能被1个人给欺负了？这可不好说，我瞅着那韩烈不显山不露水的，甚至面对咱们潘潘的美貌都能做到不为所动。这人是挺有意思的，不过你干嘛突然提起他？又有瓜？被发现啦！隔壁金融班的吴老师不是出了名的严格吗？韩烈公然带笔记本去上课，还说自己是在进行模拟盘操作。模拟盘？他们金融班教学进度这么快？当然不是，他们进度和我们是差不多的。是韩烈那个家伙不但提前开始了模拟盘操作，还被吴老师叫上台讲解什么是交易模式。结果韩烈不但讲得很好，还激起了他们班上同学的学习欲。原本隔壁班上堂课人都凑不齐，现在却一副打了鸡血的样子。他不但为人处事很成熟，还是个超级大学霸。这样的人一看就能成大事，怪不得他这么受欢迎。能不能成大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呀，天天就喜欢到处八卦。不过，韩烈确实有种与众不同的气质。剑斩祖龙朝龙子，硬扛幽龙准至尊，神子君逍遥，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。天上天下，3000世界，我为大帝，方得逍遥。开局签到荒古圣体，每周6更新1集，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韩烈，昨天你说的那些，我回去以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了笔记，可以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吗？整体思路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最好都不要满仓，要给自己留出做题的空间。管理好仓位是我们战胜人性的第一步。人性贪婪，一旦上头，便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明白了。那关于风险控制这块，韩烈就随便叭叭几句，倒还真有人上赶着去请教啊。随便叭叭几句？要不下次吴老师的课你也上去随便叭叭几句，看看你能讲出什么东西来。我觉得韩烈讲的东西对我有用，向他请教，关你什么事？烈哥讲的东西确实没问题，但全部都是些老调重弹的内容。你要是真的想学，可以去淘古吧多看看那些真大神发的帖子，对你的帮助更大。没有人的成功案例是可以完美复刻的，没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，迟早也要变成被割的韭菜。况且老吴说了，韩烈的思路和想法整体上是自洽的，很有学习价值。自洽是什么？是一个可重复、可验证的闭环。虽然想在市场上赚钱，并不需要一套完全自洽的理论或模式，但在不断的验证中，逐步完善这套体系的同时，昨天狗男人被老师叫上了讲台，对于他所讲的内容，我不明觉厉，但根据吴老师激动的样子来推测，内容肯定差不了。他的表现落落大方，十分自信，讲述时言简意赅，逻辑清晰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当一个人拥有了一套自洽模式，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改调整后，便能使用这套模式换来一次又一次的成功。狗男人身上那股强烈的自信，是来源于此吗？与盲目自大，不是莫名其妙的骄傲，也不是父母、财富、权势等外在条件带来的高高在上不同。狗男人表现出的是完全独立、完全属于自己，仿佛经得起任何检验的自信。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
真帅！大家之所以会觉得韩烈帅，也并不是因为狗男人颜值有多高，而是他气场足够强大。霸道总裁人格魅力的根本是什么？是那种掌控全局的自信感。我和火腿的作品男主韩烈也，他同样也应该有一套这样的东西。他的为人，他的暴力，他的魅力，通通源自于此。席梦君崇拜强者，渴望能被征服，他才会那般炽烈地爱上韩烈也。而席梦君的姐姐则是在韩烈也的暴虐中对其产生了情感，一边想要逃离，一边又渴望能继续在这样的折磨中找到刺激。他是被驯服了吗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我确实对韩烈有着名为崇拜的情绪。从认识他开始，我几乎都在被这狗男人牵着鼻子走。尽管我可以表现得比他更加高冷强势，但我知道我并没有他那样的底气。狗男人虽然有时候气人了些，但他的学识能力自信并不是他装出来的。这才开学多久，他就已经搞定了大3的高数以及全部的专业课内容，甚至拿到了吴老师的特赦。只要他想，明年5月插班生结束，复大交大他都能随便挑着去。明明我说过要努力超过他的，现在却因为一些小事闹脾气浪费时间，而我在闹别扭的时候又让人家领先了我一大截。要不就借着昨天的事情借坡下驴，和狗男人和好吧。这群人怎么全都撵过去了？烈哥，你肯定不是刚刚接触股市吧？在国内真的能做价值投资吗？价值投资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做，但你确定你所理解的价值真的符合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吗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像徐阳那样厉害的大神？交易技巧可以在网上找找，或者在有炒股比赛的时候盯住头几名。大家不愧是学金融的，问题都问得很有含金量。只不过这些问题的时代特征太强烈了，到底是横跨了10年时间，未来与现在的市场环境截然不同。现在的时间点，股民们既热情又简单，那韭菜割起来一割一大片，肯定舒服。哪像未来啊，人人都有技术，散户和平游资，市场情绪变化莫测。那群新生代大佬分享了太多心得的技巧，培养出了太多堪称高手的个人投资者，再算上一些半场杀入的黑马，场面那叫一个混乱。韩烈，我总觉得最近股市的热点轮换有些不对劲。是啊，大盘蓝筹持续性流出，熊市是不是还要持续很久？等一下，你们一个一个问。韩烈，关于交易模式，我也有问题想要问你。小黄瓜。剑斩祖龙朝龙子，硬扛幽龙准至尊，神子君逍遥，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。天上天下，3000世界，我为大帝，方得逍遥。开局签到荒古圣体，每周6更新1集，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可恶！可恶！可恶！班长，我先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先来后到嘛。那个狗男人！烈哥，我这里看不太懂。火腿，我都拉下脸来主动和他说话了，他竟然一点特殊反应都没有。那2个丫头也真是的。前一天还在担心狗男人出丑牵连到他们，今天又一个个上赶着粘上去。小黄瓜这脑补能力真不愧是写小说的，我倒是哪有这么过分。班长稍等，同学们也一个一个来，我也不保证我讲的一定都对，但可以把我的思路分享给大家。烈哥真好，烈哥这么热心，下次休息的时候来给人家补课呗。啊？当时明明就是余韵和方菲菲先动的手，和我有啥关系？
不过小黄瓜在线上如此放飞自我，是因为他线下要维持自己的高冷女神人设压抑太久的缘故吗？不，虽然他线上和线下表现出的性格完全不同，但骨子里的高傲并不会消失。这姑娘看着好骗，实际上她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一切的行动都是她权衡利弊后的决策。若不是她在《霸总女神》这部作品上看到了希望，是不可能付出这么多心血，对火腿这么热情的。谁喜欢他了？你别胡说啊！我只是纳闷儿，明明都是同龄人，他为什么会那么优秀而已？那这简单，你变得比他更优秀就好了嘛。咱们认真把这本书搞好，到时候直接把成绩甩他脸上。班长真厉害，我要当你的书迷。你说的对，就这么办。那你可得集中精力把剧情写扎实点。一部成功的作品，根基始终是剧情与人物，千万别浪费我的付出哦。我就说吧，这丫头心里想的比谁都清楚。虽然之前被她搞过，但她对自己的严格以及她的优秀，却是我无法否认的。这一世攻守互换，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？真是令人期待。收到，放心，咱们二瓜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二瓜同心，这个名字也太呆了。赌对了，我就知道这本书肯定能火。等第一波推流开始，我便朝着成功又迈进了一大步。我记得狗男人说过，他也想写小说，可惜不会写。哼，到时候我就把我和火腿写的书拍他脸上，让他管我叫大大。啊，不过有个坏消息。啊，坏消息？你不要吓我啊！什么坏消息啊？马上就要迎来第一波推荐，推荐期每天爆更3到5章，现有囤稿可以支撑1-2个月。然而11月到1月期间有炒股大赛，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把太多心思放在小说上。期间再算上其他推流的爆更，很可能忙不过来。其他剧情倒好说，除了……我还以为是出什么大事了呢，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咱们的书出了啥大问题。签字40的价格已经碾压很多枪手了，火腿这么新人物，我也不能拖后腿。火腿老板大气，那我试试。解决，这样压力就少多了，还收获了小黄瓜的感激，一举两得。别说小黄瓜了，我自己也没多了解啊。看网上的那些能有用吗？啊，等等，之前系统不是给了个什么套装吗？光看些资料，哪有拿到实物来的有用啊？班长，班长早啊！你也来跑步？哼，怎么，就你能来？他不是大1下半学期才开始健身的吗？怎么提前了？哼，不就是早起跑步吗？我可不要被狗男人比下去。不对，西路亭，你不能这样单方面怄气，你这样只会显得自己不够成熟。放平心态，放平心态。算了，既然都碰上了，那一块儿去食堂吧。反正于韵和方菲菲也约了你，终归是得坐在一起吃饭的。好啊，难得班长主动邀请我。行，那我先继续跑了，随你。不一块儿跑？快递，大件吗？班长，就你这小身板，要不我来帮你搬？你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？怎么会？只是女孩子力气本来就小，我这不是在关心你吗？哼哼，
那我谢谢你的关心。哎，你在这等着，我自己找。好，好，好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找到了。剑斩祖龙朝龙子，硬扛幽龙准至尊，神子君逍遥，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。天上天下，3000世界，我为大帝，方得逍遥。开局签到荒古圣体，每周6更新1集，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找到了，火腿这家伙竟然配合着我一块用了男女主的名字，是啥玩意儿啊？笑得这么开心？哼哼，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的事。为了送这个礼物，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呢。啊，你要去哪儿？要你管！韩烈，关于你上课在课上说的那些话，你真的觉得自己能在股市赚到钱吗？为什么不行啊？因为国内的市场更像是一个赌场，庄家和机构吃人不吐骨头，没有关系也没有内幕，那不就成韭菜了吗？你作为一个未来的专业人士，居然是这种想法？你都这么想了，那你学金融的意义是啥？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说的这不是事实吗？当然不是。你平时不看相关资讯吗？首先，赌场是没有逻辑，只有概率的绝对平衡市场，不存在任何趋势。而股市的每一次牛市，每一次板块集体异动，都有着内在逻辑。我们学金融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掌握那种逻辑，然后跟随趋势获得财富。趋势走坏的时候，学会止盈止损，才是赚钱的基本法则。其次，你所谓的庄家，其实已经很少了。刑法中第128条例就是专门给狗庄准备的，庄家横行的时代早就结束了。只要你留意行内新闻，就会发现每年都有几百号人被送进去踩缝纫机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记住，那些所谓的新玩法，只要沾上内幕交易，迟早都会被清算。千万不能投机取巧，什么单车搏一搏变摩托，那都是忽悠你上当的。言之有理，你怎么懂得那么多啊？大概是因为我有梦想吧。以我原先的阅历与知识，就算重来一次，我也只是个活得比较通透的普通人罢了。但既然有了系统，为何不拼搏一把，活出个精彩人生呢？梦想啊？是啊，班长你应该也有梦想吧？只要你愿意，你也可以办到的。真的吗？但我好像什么都不懂哎。这有什么？我可以教你。哼，你会这么好心？真了解我，认我当师傅，再孝敬点学费，我手把手教你。谁要认你当师傅啦？还学费呢？请你吃顿早饭不能再多了。烈哥，婷婷，起来了。菲菲呢？她还没起呢。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？我们跑步的时候撞见了，刚好一块儿过来。是啊，班长主动邀请，鄙人受宠若惊。就你话多，走了，赶紧打饭去。大早上脾气别这么暴躁，我只是实话实说嘛。谁暴躁了？我现在心情好着呢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婷婷和韩烈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火锅店的事让婷婷对韩烈改观了吗？她明明前几天还说要和韩烈冷战啊。烈哥，那咱们今天吃什么呀？盖码饭、麻辣烫。今天班长请客，他做主。你怎么天天大早上吃这么重油重盐的？婷婷要请韩烈吃饭，为什么？班长关心我，那我吃点清淡的。我这是吐槽，不是关心你。他们之间到底又发生什么了？烈哥，你还真跟着婷婷吃清淡的？学校这牛肉面里又没有多少肉，吃个狮子头吧。偶尔吃一次清淡的也挺好。余韵现在这个状态，我可太熟悉了。明明放低标准就能找到合适的人，却非得惦记着高配。
在明知希望渺茫的情况下，还要执意去迎合对方，却从不想着提升自己。烈哥，好久不见，二位，早上好。嘿嘿，啊，早上好啊。烈哥，我感觉气氛怪怪的。烈哥，另外一个大美女呢？她今天不在啊？我早起跑步，她爬不起来，还在睡觉呢。不过你们起得也挺早啊。还好吧，7点15分，时间刚刚好。我要是住校，每天早上都是这个时间来吃饭。怕麻烦？是啊，怕麻烦。挺好的。这狗男人，不就是和潘哥吃了顿饭吗？这副默契十足的样子，还莫名有种 CP 感，真不爽。韩烈，按照你的规矩，谁请你吃饭，你听谁的。吃饭，吃完再唠嗑。这是在宣示主权吗？他对韩烈有意思，或者是在找回上次的场子？剑斩祖龙朝龙子，硬扛幽龙准至尊，神子君逍遥，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。天上天下，3000世界，我为大帝，方得逍遥。开局签到荒古圣体，每周6更新1集，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行啊，班长请客，那我当然听班长的。烈哥，你这也太没立场了吧！明明是我先约的你。我的立场很坚定啊，你约人，他请客，谁来买单站谁的台，公平公正，童叟无欺。哼，算你有点良心。大哥，还是你牛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、千里之气壮之人。人不要脸才能天下无敌嘛。怎么样，你想不想体验一次 VIP 级待遇？那可使不得，就我那点生活费，我自己都不够吃的。对了，你找潘潘呀？潘潘不是说下次请你吃饭吗？潘潘一周的零花钱够我们吃1年的食堂啦。那不行，偶尔蹭一顿就算了，我现在1日3餐可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更何况让潘潘请食堂那多浪费啊！哪天在外头遇到了，蹭他一顿望江阁，那才叫舒坦。好啊，如果有机会遇到，我请你吃望江阁。不过先说好，你可别突然掏出戒指来吓唬我。戒指？什么戒指啊？望江阁是一家坐拥外滩最佳观景台的私密餐厅，可以和餐厅管家提前沟通定做布景。简而言之，是一家仪式感很强的餐厅，号称魔都求婚圣地。潘小姐放心吧，我也不是非要去望江阁，随便哪家5星级餐厅都行。难得有幸，必须蹭一顿好的。戒指，求婚圣地，一个婷婷我都搞不定，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潘哥，而且人家潘哥家里有钱，长得又漂亮，和韩烈凑一块，简直是男才女貌。必须把话题引回来，掌握主动权。婷婷，你买了什么啊？我能看看吗？还挺轻的呢。不是我买的，是一个朋友寄来的。什么朋友啊？咱们做闺蜜2个月了，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啊？该不会是那个每天晚上和你聊天的人吧？余韵这个家伙，瞎说什么呢？再说了，难道我每个朋友你都得认识？万一是班长的追求者送的礼物，你当众给人家拆开了，多尴尬呀！瞎说什么？这只是我让朋友帮忙代购买的东西，一些首饰而已。喏，你这么喜欢，刚好帮我拿着。如果是你喜欢的款式，你拿去戴2天都行。真的吗？婷婷你真好。满足了吧？你想拆的话，回去随便拆。我出来跑步没带裁纸刀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？我随身带了小修眉刀。呀，好好看的包装啊！嘿嘿，就喜欢这种拆盲盒的快乐。这家伙怎么连修眉刀都随身带着？
啊，对不起啊，婷婷。这是婷婷。怎么会是这玩意儿？婷婷，你还是自己收着吧。你之前不是好奇吗？送给你了，姐妹场，不用和我客气。哦，这不就是这东西的造型，不就是我家狗狗的牵引套装吗？这不就是拿来遛狗的吗？不对，等等，这个不是我买的。完了，这下解释不清了。没关系的，你买什么都行。哼，就席路亭这性子，一会儿怕是要大闹一场了吧？能看到这么一出大戏，这食堂真是没白来。我们还有事，就先撤退了，大家拜拜。狗男人，你笑什么笑？就是觉得你们女生之间相处很有意思。不准笑，不准你笑我！不但被潘哥看了笑话，还要被狗男人当乐子。打着奖我一巴掌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反倒是我自己的手给打疼了。他怎么也不帮我说两句话，每次都这样，就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似的。还有潘哥，说不定他现在正在背后悄悄唠我呢。婷婷，你怎么哭了呀？哎呦，别哭呀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烈哥，你快说两句话呀！这表情是什么情况？是啊，余韵说的没错。哎，好多人看着呢，这只是一件小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刚才已经帮你把东西装回去了，你先把眼泪擦擦，我去给你买一支冰淇淋，吃点甜的，然后就不准哭了，听到没？我去给他买冰淇淋，你帮忙看着点他。啊？哦，知道了。为什么？韩烈平时不是最看不惯婷婷的强势与任性吗？但他刚才不仅纵容了婷婷的任性，现在还要去买冰淇淋哄她。等等，韩烈一直以来说的是他不喜欢席路亭的性格，却从没明确说过他不喜欢席路亭。他所谓的没兴趣，只不过是一种激将法罢了。剑斩祖龙朝龙子，硬扛幽龙准至尊，神子君逍遥，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。天上天下，3000世界，我为大帝，方得逍遥。开局签到荒古圣体，每周6更新1集，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韩烈对婷婷爱答不理，甚至利用了我和菲菲，为的都是彻底碾碎婷婷的骄傲，让她把所有的脆弱都暴露在自己面前。感情我把情敌按倒猛揍一顿的行为，其实是给我喜欢的人打了一场漂亮助攻。这狗男人，他可太行了。可是我还是不甘心。别人演坏蛋，你给冰淇淋，狗到此番境界，值得进行嘉奖。恭喜宿主获得消费赠品甜蜜的奶糖，它来自一场苦涩的意外，却散发着诱人的甜蜜气息。喂给某人吃下后，在甜蜜奶香消散之前，将提高他对你的顺从度。嚯，这赠品来的可真是时候。余韵，你先去教室吧，我在这儿陪他坐会儿。他现在这样子，可没办法去上课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去给你们占座，你们别迟到了哦。如果有需要，烈哥记得给我打电话。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我不要你陪，你也走。刚才余韵走的时候你咋不提？现在这种情况了，还在这儿傲娇着呢。快起来，我给你买了甜筒。拿走，我才不吃。真不吃？不吃，走开。但我买都买了，要不然你吃一口，我告诉你怎么解决今天这事儿。
真的？你发誓，你真的会给我出主意啊？我发誓，我一定会给你出主意。哼，我勉强信你一次。怎么边哭边吃啊？我吃完了，快说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很简单呐，直接公开吧。哦，怎么公开啊？公开什么？公开你的爱好啊！天，宋哥，疼！你怎么乱咬人呢？我的办法多好啊！我咬死你得了！我就知道你这家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就不该信你。不是，我咋就是狗嘴了？你想，你觉得人言可畏，怕大家笑话你，那你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就好了嘛。你都放弃治疗了，到时候再冷着脸强势一些，大家最多就感叹一下，谁还会嘲笑你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让我从今天开始装女王？就你平时那气势还需要装？小皮鞭往手里一拿，谁不得管你叫一声主人？你少来！谁要当女王啊？你肯定没安好心。哎，你当女王，我又占不到任何便宜。你愿意甩鞭子，我还不愿意挨这个打呢。谁要甩鞭子了？你这家伙怎么张口就来？我只是想稍微体验一下，还不是工作需要。啊，不是，算了，真是越描越黑。我不和你解释了，反正你也不懂。我确实不懂，不过我相信你有足够的理由，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吧。别人的理解虽然重要，但难道我们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就放弃自己要做的事吗？所以你不用和任何人解释，做你自己就好。心情好些了吗？想不想吃颗糖？我记得有专家说糖分可以舒缓心情。你这家伙平时那么狗，关键时候还是挺靠谱的嘛。小黄瓜呀，小黄瓜，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上套了呢？啊，话说回来，班长，你刚才说你想稍微体验一下那玩意儿，到时候需要让我来帮你。反正他是男主角，我是女主角，这段内容也要我自己来写，就当是替我姐姐提前感受一下。那就麻烦啊！我哪来的姐姐？那只是小说，不是现实啊！哎，你又想忽悠我？狗男人，你做梦去吧！我要去上课了，告辞。啊，真不再商量商量啊？我就知道想忽悠住他没那么容易。如果那么轻松就把他给忽悠到手，那他就不是席路亭了。那奶糖乍一看很 bug， 实际上却有着严格的限制，突破人家底线的要求基本不可能被满足。但借着这个机会，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倒也不亏。上辈子的他对我来说，甚至能称得上可恶。用我背锅，拿我出气，我能见到的只有他强势的一面。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不同价值的人，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冰冷残酷。现在的我足够优秀，足够有价值，能够压得住他，所以他在我面前才会展露柔软可爱的一面。越强的人受到的优待就越多，自我提升才是永恒。回去继续研究我的交易模式喽。剑斩祖龙朝龙子，硬扛幽龙准至尊，神子君逍遥，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。天上天下，3000世界，我为大帝，方得逍遥。开局签到荒古圣体，每周6更新1集，每周1、周3、10点更新1集。2014年可谓是最好的时代，不提那持续了1年半的大牛市，单看现在的市场环境，都足以让懂行的人心生狂喜。股票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买一卖，只是后来分享技术的人越来越多，韭菜们也越学越精，技术的升级迭代速度变快，才显得纷乱复杂。虽然看了几天盘，感觉也就那样，全是些老套路，现在进场肯定杀疯。
但我手里那点本金，还是抓紧机会打磨交易体系吧。大哥，你没去上课呀？哎，今天出大事了！我拿了特批，上午这2节课不用去。出啥事了？难道是小黄瓜那事被传开了？你没听说吗？你们班上的那个席路婷的事儿。什么事？今天课间的时候，他来我们班找潘哥，然后调戏人家了。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席路婷和潘哥？是啊，大哥你当时不在场，那画面简直了。当时我们刚下课没一会儿，席路婷就到了咱们班门。他虽然面上带笑，但浑身散发着一种很不好惹的气场，当场表明了自己是来找潘哥的。潘哥估计也不知道发生了啥，就朝席路婷那儿走了过去。席路婷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哎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席路婷一把就抓住了潘哥的手。怎么，没事我就不能来找你了？把人给抱进了怀里。哎，他们具体说了什么，我们也没听清，就看到潘哥突然红着脸推开了席路婷，而席路婷呢，被推开后也没生气，只是邪魅一笑，对着潘哥来了一句：“害羞啦？别害羞啊，那个礼物是送你的。”说完这话，席路婷就拍屁股走人了。潘哥愣了大半天。边上一大堆人围着他，问这问那，是啥情况？是啊，大哥，你说那礼物会是什么东西啊？让潘哥脸红成那样。啊，我哪知道啊？估计是啥好东西吧。虽然我让他直接公开，但我没让他这么公开啊！啊，不愧是小黄瓜，做事果决狠辣，还不忘把利益最大化。在自己身处舆论之时，把自己的敌人也成功拖下了水，让对方成为了被动方。想必潘哥也没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吧？哎，大哥，你和席路婷是一个班的，你帮哥几个打听打听呗。你一大老爷们儿，还在这儿听2个小姑娘的八卦呀？哎，我就是好奇嘛。我要出去吃饭，你俩呢？哎，我们吃过了，昨晚通宵，下午打算补个觉。哎，对，大哥你去吃饭吧，食堂现在不用排队。那我下午去上课，不回来打扰你们休息。我走了。拜拜。哦，好的。谢谢大哥，大哥真贴心。烈哥，你上午没来上课，出大事了。你激动什么？我当然激动啊！你都不知道当时婷婷姐有多帅，直接摊牌。你想，婷婷姐和潘哥都是大美女，他们要是那个啥，那个画面绝对很唯美。不过方菲菲怎么突然和小黄瓜变这么亲近了，连婷婷姐都叫上了。烈哥，咱们一块去吃饭吧，吃完饭我还要去找婷婷姐呢。现在小黄瓜以这样特殊的形象提前登上了人文大舞台，不但斩男还斩女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方菲菲之前对我的那股狂热崇拜，现在似乎都转移到小黄瓜身上去了。但就算没了个方菲菲，也剩下个余韵。他和小黄瓜现在算闹掰了，可方菲菲又一直不对付。那丫头可是个硬茬子，没那么容易放弃。如今这情况，他恐怕会缠我缠得更紧吧？那可咋整？烈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如今这情况，乱，太乱了。啊，等等，我不是还有那身为罪魁祸首的小浩在吗？我真蠢，都怪鱼，怎么会有人随身带着修眉刀啊？暴怒的女人好可怕啊！我当时就是脑子抽了，余音就是故意的，不但故意拆我快递，还想在我男神面前给我贴标签。男神？谁？感情这男神说的是我啊！我什么时候晋升成男神了？虽然他逃得干脆，但内心的想法多少还是被影响了一些。在韩烈面前不敢承认，但在火腿这里却是毫不避讳了。
不过他竟然能发现余韵的用心险恶。再往后的记录，就是他看到火腿一直没上线，决定跑去找潘哥算账了。看他的说法，果然是故意而为之，要带着潘哥和他一块上热搜。没回消息，估计是在吃饭吧。发酵了一上午的时间，估计现在全人文都在讨论这件事。果然是大热门事件。烈哥，我这里有空座。韩烈，你过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好家伙，一上来就是两面包夹呀！班长，有事吗？哼，算他识相，没跟着余韵抱团。刘红刚才找我谈话了。刘红找你了？是说上午你找潘哥的那件事吗？不然还能是什么事啊？按照他的意思，是想要把我班长的职位下来，说不准还要通报批评。他扯犊子呢，一点屁事儿能用得着通报批评？平时不管事儿，涉及国教院那头，替别人出头的速度倒是挺快。哼，这是的，有几个人能不是势利眼？现在麻烦的是这件事该怎么处理。刘红那种人就是这样，没事的时候都想抓着人的把柄敲出点好处，顺带彰显一下他的权威。不过解决这件事也很简单，你听我的，下课以后你去送点礼，然后私聊他，写个作文检讨书给他就 OK 了。就这点破事还需要送礼？难道你想体验一下天天被老刘盯着的感觉？行，那听你的。这么干脆？班长，其实我还挺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哼，别在我这嘚瑟啊！现在的我可不是以前的我了，小心我分分钟就把你的饭票全勾走。嗨，你这女人怎么翻脸不认人，用完就丢啊？亏我给你出了这么多主意，太不道德了。切，说的好像你就很道德一样。咱们半斤八两。行吧，咱俩不分伯仲。那你爱咋搞咋搞，要是搞出事儿了，可别又来找我出主意。还有什么事能比我社死更严重？反正我已经豁出去了。你也看出来了吧，我和潘哥不对付，要是不拿出点态度出来，我这辈子都收拾不了潘哥。好，那你加油。你们女孩子之间的恩怨我不懂，祝你早日成功。做人嘛，再不伤天害理的情况，自然是要随心所欲一些，管这么多干嘛呢？恭喜你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撺掇，等级1，好事我干，坏事你来。与忽悠同时使用，可以起到甩锅的效果；与拉扯同时使用时，撺掇的效果将被加强。谁狗男人？谁五毒俱全？我那是正经提建议，不是在撺掇人，好不好？切，呵，什么狗屁技能，我才不浪费经验给这玩意儿升级。话说，霸总女神的数据现在也好起来了，接下来应该就能看到收益了吧？等这笔钱到手了，该用来做些什么呢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玩意儿为啥会自己升到2级？我啥时候撺掇人了？火腿，我在后台看到咱们的书申榜成功了。火腿哥料事如神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小迷妹。谦虚，咋啦？你不当你男神的小迷妹了？这是两回事啊。在写作方面，我是你的迷妹；在为人处事方面，我是他的迷妹，各论各的，不可相提并论。你还好意思问？当然是已经解决了。说起来，这件事还是我男神帮我出的主意呢。行啊，10句话8句都和你那男神有关，都管人家喊男神了，你不去追追看，就知道天天来我这儿碎碎念，这能追到人？追韩烈？我吗？先不提我活到现在从来没主动追过人的事，他现在白天闭关建立交易模型，晚上又不喜欢回复消息，压根儿见不着人。你不试着约一下怎么知道呢？确实。
班长，早上好呀！你这身装扮是要和潘哥去玩啊？哼，你想啥呢？潘潘回家了，今天不在学校。你复盘结束了？附近新开了一家密室逃脱，你对密室感不感兴趣啊？复盘倒是不需要，但是你想让我陪你去探店，为啥不叫方菲菲？她肯定愿意陪你去。切，就方菲菲那智商和胆子，我才不和她一块儿呢。去不去啊？刚好我有些知识点没弄懂，我们还能借着机会讨论讨论。行啊，去呗。不过我讲课现在可是要收费的，班长带学费了吗？密室的门票加一顿午饭，够了吧？勉强够了。你在这等等，我回去换身衣服。赶紧的，我已经预定好了。好啊，你这家伙早有准备是吧？班长啊，你突然约我出来，除了探店和问题目，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？他察觉到了。怎么办？火腿可没告诉我这情况该怎么回话。我要直接表白吗？但我其实也没喜欢他到那种地步啊。哦，是不是你和潘哥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哎呀，没事的，小婷婷，有啥事就直接问我，我可以给你出主意啊。我可是妇女之友。是个狗男人。你在脑补什么呢？我是没其他玩得熟的人能喊出来才喊了你的，不找你我能找谁？哎，你咋老动手打人？你自己手不疼啊？还有，你说的密室是不是这家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嗨，要进去吗？班长。啊哈哈，抱歉，是不是吓着你了？我只是好奇，你有什么知识点要问我？大哥，这知识点我非得现在就问吗？我们在玩恐怖密室啊！哎呀，我这不是寻思活跃一下气氛吗？你看起来很紧张。哎，要是现在突然窜出来一个鬼，拿着电锯问你，请问最近2月 A 股走势如何？该如何进行判断？你觉得是题目吓人，还是鬼更吓人？我觉得都吓人。最近课上的内容，我已经开始听不懂了。不知道老吴为什么要突然开始赶进度。我对数字这些本来就不太敏感，或许我真的不适合学金融。学这种东西确实需要天赋。有天赋的人在学习的时候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没天赋的人却需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的努力才行。至于赶进度这事儿，你没关注吗？11月有一场炒股比赛，过2天应该就要开始报名了。天赋不够，努力来凑，不去试试，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？炒股比赛，我完全没听说。没电了。可恶，吓死我了！就你这胆子，你还说人家方菲菲呢？我哪知道 NPC 会秃脸啊！而且那电锯的动静多吓人。不过，你刚才说11月有炒股比赛，为什么我没听说过？吴老师之前私底下和我说的，但我记得群里楼志他们也提到过这个比赛。班长作为群主，没有看到相关消息吗？是错觉吗？怎么感觉他态度突然变冷淡了？他们有说过吗？可能是我没看见吧。之前你说要努力超越我，我还寻思你会多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呢。听说你那群追求者最近因为你和潘哥的事咋呼得很厉害。不是我想瞎猜，但班长你突然拉我出来，不会是想用我来转移仇恨吧？我还是之前那句话，班长你怎么玩都可以，但我不想被牵扯进去。我只想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创业上，没时间应付那些事。你好，结一下账。我要先回去了，班长你慢慢吃。等等，韩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虽然我现在确实惹上了这方面的麻烦，但我没想着要用它挡枪啊。是我草率，竟然把这茬给忘了。也不怪韩烈误会，这情况换了谁都会多想。就现在这个节点上，不管是谁凑到我和潘哥面前，都会被那群追求者激活。不过这家伙竟然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，不找他就不找他，我找潘哥去。谁啊？你天天在学校缠着我也就算了，我都回家了还不放过我。哼，天天逮着我一个人欺负是吧？可别怪我把水彻底搅浑了。潘哥，他哪来的我微信？这个时间点他跑来加我，估计是小黄瓜又去找他了吧？他想把我给拖下水，用我来压小黄瓜一头。半小时后出发，时间应该刚好。虽然只接触了2次，但明显能看出席路亭那家伙被韩烈克得死死的。哼哼，只要我把韩烈拖下水，还害怕搞不定席路亭那个女疯子吗？席路亭，你给我等着！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可能不行。上午我和同学去密室逃脱，本来也要一块吃午饭的，但突然有点急事，保守估计要忙到晚上，这顿饭应该是蹭不到喽。他拒绝我了。要是换了别人，就算再忙也会抽出时间陪我出来。好的，那你忙你的，我们下次再约。密室和女生一块吗？一大早的席路亭突然约我吃午饭，还说是被沽了。沽他的人该不会就是韩烈吧？他也想把韩烈拖下水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转移那群追求者的注意力。我还奇怪着韩烈为什么要特地补充中间那句话，他分明就是猜到了我为何要加他。他之所以突然爽约，没和席路亭吃午饭，是因为他看出来席路亭的念头了吗？真有意思。怎么突然感觉背后凉凉的？肯定又是小黄瓜在念叨我。刚才对小黄瓜借题发挥，他应该能察觉到我的意思吧？虽然每天看美女们贴贴确实有意思，但他要是因此不顾学业，也不管我们的写作大业，那可就不太妙了。火腿大大，稿费已经打过去了，合同你签完字记得寄回来哦。小几百万，这么多吗？霸总女神全文预计在55万到80万字之间，归类是现代言情。虽然现言的收订比在本站是顶尖的，但影视版权并没有古言好卖。毕竟现在市场流行的是古偶剧嘛。虽然炒股技能现在才3级，但炒股的事不能急，现有的经验在如今的环境中已经够用了。稿费刚到手还没捂热乎，就投出去换成了经验，加上之前剩余的，还有17万。小黄瓜的整体写作技巧大概在3级，但单论文笔的话，大概能到4级半。更何况他进步的速度很快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赶上来。霸总女神之所以能火，是因为它是一本领先时代的复仇型爽虐文，吃到了太多时代红利。要不是有小黄瓜进行润色，书的成绩可能连现在的1/10都没有。总之，先把写作技能升到4级再说。蟹膏6银皮1份，蟹粉奥黛1份，虾蟹两面黄1份，大闸蟹来4只。对了，要半斤以上的公蟹。哎，你能喝酒吗？他们家的黄酒配上大闸蟹，简直一绝。你还有其他想吃的吗？好啊，客随主便，潘小姐决定就好。点太多也吃不完，不够吃在家吧。嘿，好不容易你有空了，这不得吃得尽兴一些？从10月底一直约到11月初呢，可算是把你请出来了。
没办法呀，我也不想的，只是真的太忙了。虽然不想被卷进来，但他把姿态放得这么低，拒绝1次2次是欲拒还迎，拒绝3次，那估计以后朋友都没得做了。课程很多，还是因为炒股赛的事？是比赛的事，难得的机会，想努力争取一下。那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聊这个沉重的话题了，你觉得这家店怎么样？潘大小姐安利的店，那肯定错不了。更何况有你在场，这地方简直蓬荜生辉。哟，你这嘴可真甜，我还以为你会嫌弃这里装修太差了呢。我的职业道德有口皆碑，一向特别尊重金主，请我吃得这么好，可见你人美心善，必须多夸2句。怪不得余韵他们黏着你，你说话真有意思。和人交往嘛，提供情绪价值是应该的。坏了，潘哥和小黄瓜余韵他们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完全猜不透他的心思，也拿不准他想表达的真实含义。台词、语气、神态，3级心理学都不够用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多接触，分析出大概的心理活动，还是没有问题的。2位客人点的菜来喽，客人慢用，有需要随时喊我。哇，好香啊！不愧是潘大美女选的店。说起来，潘哥真不愧是千金大小姐。10月吃母蟹，11月吃公蟹，这还是我在听别人吹牛的时候才知道的冷知识。10月的母蟹蟹黄满而肥美，而11月的冷空气一来，公蟹蟹膏成型，最是鲜甜美味。怪不得大家都说跨越阶层交朋友是难事，差距都体现在这些细节上了。不单单是在吃的方面，在日常言行、为人处事上都能看到区别。不过圈子不同，不必强融，当个快乐的普通人也挺好。哎，你先别吃，我拍个照发朋友圈。这个角度真不错。手机先吃的这个习惯，就算是有钱人也不会免俗啊。等等，我观察过他的朋友圈，王宝和这个级别的美食打卡，也值得他拍照打卡？阴谋，其中肯定有阴谋。记得给我朋友圈点赞哦。好了，开吃。行啊，不过我平时都不咋看朋友圈。他不会把我也拍进去了吧？果然把我拍进去了！不但露出了我的身影，还特地展示了一下双人份的摆盘。草率了！我明明都知道他约我出来肯定是为了对付小黄瓜，却还是中了他的圈套。来，快尝尝这个，是这家店的 TOP 1美食呢。哟，楠楠和朋友出来吃饭呀？爸。哟，楠楠和朋友出来吃饭呀？爸。爸，庞叔叔、张叔叔，好巧啊！确实巧，你庞叔叔呀，惦记着这一口蟹膏，我们约着聚聚，喝点小酒。哎，喝酒的事儿别跟你妈说啊，记得帮爸爸保密啊。知道了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偷偷出来喝酒，妈妈知道了准要念叨你。我相信我的小棉袄不会出卖我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给我介绍介绍你这位同学呢。潘叔叔好，我叫韩烈，是潘哥的校友。哎呦，校友啊，哎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我们家楠楠啊，从来不和男孩子单独出来吃饭，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。还有这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下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怎么回事？交朋友这件事啊，叔叔我是特别支持他的。小韩，你不用有太多心理负担，只要性格上合得来啊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不错，身子骨挺结实，是平时有在锻炼吧？哎呀，就是太瘦了点，是不是食堂的东西不好吃啊？爸，潘哥他爹怎么这么热情？他对谁都这样吗？老潘，你可悠着点，别吓着孩子。小韩不错，脸上有棱角，眼睛里也有光，
不像那些个小屁孩，一个个弱不禁风的。男孩子嘛，就是要多锻炼。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内涵我呀？老张，你可别胡说啊！仅发表个人看法，不针对在场任何人。我倒是觉得这年纪多搞搞学业比较重要。哎呀，你俩咋还当着孩子的面拌嘴呢？啊！哎呀，爸，我就和朋友吃个饭，咋还在这儿聊上了？你们的包间在楼上呢，快去快去！哦，好，我不打扰你们了啊。好孩子，你们慢慢吃，不够啊就加菜。不管你们今天原定谁来请客，这顿饭都算叔叔账上，不准悄悄买单啊！吃得开开心心就好，听到没有？啊，好的，叔叔，您放心吧。反正我喜欢这小子，只要不文文弱弱的就行。还行吧，挺有礼貌的。我闺女交朋友有你俩啥事儿啊？啊，咸吃萝卜淡操心的。那咱们继续吃？那不然呢？难不成我们跑路啊？爸爸真是的，这么热情干嘛？咱爸真有意思啊，他是做啥生意的？哦，还有那个张叔叔，我瞅着好眼熟啊。咱爸？你管谁的爹都喊咱爸吗？口误，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要是敢现在上2楼当面喊他一声爸，你想知道啥我都告诉你。真的？那我真去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有啥大病啊？你的职业道德呢？啊？现在这顿饭不是你请客了，我有啥职业道德？哼，算你厉害。张叔叔，你能不眼熟吗？他照片还在咱们学校官网上挂着呢。他是人文的校长。至于我爸，其中一个身份是咱们学校的校董，只不过他从来不管学校的事。怪不得你要来人文读书。不过你为什么不高中毕业后直接申请个国外的名校呢？虽然你爹是人文的校董，但要从人文考出去还挺困难的吧？我听说国教院大部分的学生最终都只能申请到那些野鸡大学。嗨，我去哪里上学都一样，名校毕不了业，其余的和国内没有区别。而且我妈妈不希望我离她太远，她不放心。现在这个时代，老一辈的人思想比较陈旧，他们的生意太杂，所以基本不考虑子女接班的事。接班人的位置从来不是靠念个名校、取得高学位、拿了什么奖学金就能坐稳的。如果子女值得培养，那就早早进入企业，慢慢敲打；如果没那个天赋，就干脆让他们做个富贵闲人，余生吃穿不愁，只要不惹事就行了。刻板印象的存在，决定了他们对潘哥这样的女孩只有一个要求：尽早结婚成家。但潘哥这么聪慧的女孩就这么嫁作人妻，也太可惜了。所以你不打算出国了吗？再看吧。对于我来说，未来大体已经确定了，过程怎么样都行。哎呀，潘潘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吃螃蟹怎么约别人却不约我？你果然不爱我了。假，实在太假了。哎呀，明明就是瞅着朋友圈故意找过来的，还要假装是偶遇。我知道为啥老潘对我这么热情了。老潘作为校董，还能不知道学校发生了啥大事？更何况这事还和他的宝贝闺女有关。感情老潘是担心自己的闺女被欺负啊。韩烈先生，潘先生有事找，请问您现在方便吗？潘先生，啊，爸爸找韩烈干嘛？那孩子看着是聪明，但你有必要对一个小辈这么热情吗？老张，亏你还是当校长的呢，你连自家学校出啥事了都不晓得。我听说老潘那闺女被欺负了，老潘估计正怕着呢。唉，其实孩子们平时的玩闹我都是不干涉的，但现在的情况我不得不操心呐。楠楠还是得有一个对象照顾，我才放心，以后的生意也有人打理。
楠楠虽然聪明，但把事业全交给一个女孩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这么多生意，要是累着她可咋办呀？找一个有能力的男人，他负责享福就好。老潘这意思是，他打算把接班人的担子落到未来女婿的身上。不管老潘是怎么打算的，不利用那就是傻子。可以稍等我一会儿吗？请进，请进。潘叔叔，打扰了。来来来，小韩进来聊。哎呦，怎么还带了酒啊？我想着空手来不好。潘叔叔，谢谢您的招待，我想给您和几位叔叔敬一杯酒。呀，小韩太有心了。不用和叔叔客气的。我家里从小就教育我，礼节仪式丢不得，更何况我是小辈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感谢叔叔的招待，我敬您一杯。好孩子，那叔叔就受着了啊。您请。不错，倒酒动作标准，从主位开始依次倒酒，礼数周全，连碰杯拿酒瓶的细节都没有落下。这小子家里不简单呐，要教出这样的孩子，肯定是特地教育过的吧？小韩啊，听你的口音，应该不是本地人吧？我老家是孟城的，刚到魔都还不熟悉，所以选择了先住校。老师留的作业不多，压力不大。孟城啊，是个好地方。叔叔喊你上来啊，也没有其他的事，就是想着我们楠楠很少和男孩子玩，能和你玩到一块儿，证明你肯定是个好孩子。想让你呢，平时多陪他出去逛逛街，聊聊天。你们放心，钱的问题呢，有叔叔在。叔叔您太客气了。其实我平时空余时间都拿来自学了，可能没那么多时间。不过潘哥确实喜欢和女生一块玩，刚才来了位同学，他们正在聊天呢。女同学嘛，我就说呢，她怎么没有跟你一块上来？楠楠的朋友我都熟悉，是谁来了呀？是我们班上的班长，叫做席路亭。叔叔知道了。那小韩，你继续去吃东西吧，帮叔叔照顾好潘哥。要吃什么东西啊？随便点。那叔叔您几位慢慢喝，我下去了。行，去吧，乖孩子。完了呀！哎呀，老潘，你咋了？不行，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！我要下去看看情况。老潘你别急啊。对嘛，也不一定怎么回事呢。你好歹等会儿再下去。是啊，你现在直接下去，万一把孩子给吓着怎么办呀？回来了。我爸找你有啥事儿？没啥事，就是交代我该吃吃该喝喝，照顾好他的宝贝闺女呗。哼，潘潘有我照顾就够了，不需要你。而且你这个狗男人，怎么突然和潘潘约到一块儿了？能因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蹭饭呢。倒是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哼，我刚好想吃螃蟹了呗。怎么着？只有你们知道这家店的螃蟹好吃啊？嗨，这桌再加2只螃蟹。鬼扯，明明就是站岗来的。话说潘哥这也太倒霉了，原本想拖我下水，却没想到突发意外。先是老潘来了这儿撞见我，又是被席路亭当场找上门。你适可而止啊，我可不请你，你自己买单。这下好了，他把自己带沟里去了，倒霉，实在是太倒霉了。切，自己买单就自己买单呗，姐生活费刚发下来。不过你这狗男人，东蹭一顿西蹭一顿的，你是要蹭遍全校的美女吗？怎么样，潘哥的软饭是不是格外的香？韩恋人挺好的，是我主动要回请他吃饭，我和他聊得来，乐意和他分享美食。来了，潘小姐这话说的多引战呢。你俩爱咋玩咋玩，别总拿我开涮行不？我祝你们友谊长存，行不？
呀，我感觉我现在就像个电灯泡，锃光瓦亮的那种。这还差不多，那就借你吉言了。知道自己是电灯泡就好。吃完快走，我要和潘潘去玩了。我去，你还真敢接话呀！老潘还在那看着呢。哎呦我去，老潘不会有高血压吧？行了行了，你们赶紧吃东西吧。哎，真是的，吃个饭还腻歪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不但拿我和席路亭的事往我身上插刀，还敢对我挤眉弄眼，耍我玩是吧？我不刺回去，我以后就不叫潘哥了。这是怎么个意思呢？你难道不是盼着我俩感情融洽，你好一箭双雕吗？楠楠这是在调戏小韩？不对，这一箭双雕又是什么意思呀？年轻人玩得这么花，我家楠楠果然被带坏了。唉，什么嘛，潘潘你别胡说。虽然我对潘哥只是闹着玩，但我是真的有点喜欢韩烈啊。哼，什么一箭双雕，想都不要想。哎呀，不还有那小伙子在吗？先别管什么一箭双雕的事情了，只要他能和楠楠在一起，啥事儿都可以商量。赶紧把我放开，挡着我吃螃蟹了。楠楠啊，爸，你们吃的咋样了？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听说你认识的新朋友也来了，就下来看看你们。哎呦，你就是婷婷吧？潘叔叔你好。啊，婷婷的父母是哪里的呀？父母身体怎么样啊？又开始了，长辈专属的一顿问好套路。行了，叔叔不打扰你们了。小韩啊，我们家潘哥性子闷，能玩得来的朋友也没几个。你呢和婷婷都是乖孩子，我很喜欢。以后周末放假了，尽管来家里玩，叔叔啊特别欢迎你们。好的，叔叔。这一幕怎么似曾相识啊？不对劲，我爹对男孩子的态度一向严厉，怎么唯独对韩烈青睐有加？前后只见了2次面而已，难不成这男人身上有啥魔力吗？他在笑什么啊？小潘潘，你爸爸感觉很和善呢，完全没架子。哼，不就是被爸爸看中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弄清楚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啊，你们今天没出去玩吗？怎么看起来这么丧啊？啊，你去说。还是你去说吧。说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烈哥，我俩今天是专门在宿舍等你的。就那什么，我们班的单子豪今天突然跟我俩打听你了。打听我？为什么？不清楚，他没说原因。单子豪啊，这个名字有点耳熟。啊，想起来了，国教院1拳2硬3副4跪榜单排行3副的那位公子哥，同时也是潘哥的头号追求者。他突然打听我，估计是因为潘哥的事吧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的提醒。没事没事，烈哥客气啊。烈哥，虽然他没明说，但我感觉和潘哥有关。肯定啊，难不成能和黄威那小子有关呢？再说了，他最多也就在我背后使坏，随他去吧，影响不到我。啊，重点是使坏吗？重点是别整出人命啊！哥呀，单子豪好像还认识不少社会上的人，我之前还见过他们凑一块打牌呢。我倒是不担心烈哥会被整，但我担心单子豪那小子，万一他把烈哥惹毛了，烈哥一锤子直接把他给送走。单子豪和他那群小弟，这得装多少胎呀？这孩子又在脑补啥呢？哎，行了，和烈哥说一声就完事儿了。那烈哥，我们出去浪了哈。去吧。哦，其实以后你俩可以经常回来睡，哥的锤子从来不会抡向朋友。知道了，烈哥。反正烈哥你记得小心点儿，真出了事儿可别冲动啊。哎，你赶紧闭嘴吧！快走！
看给孩子吓的。唉，虽然扇子好不好惹，但也不至于就这么打起来吧？那当然，霸总女神可是以最高价签约的，只是没想到给小黄瓜发工资也会转换成我的消费经验。啊，等以后我开家公司，是不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？花出去的全部折成经验回来，呵呵，爽，实在是太爽了。哈，小黄瓜反应过来要赚钱了呀！上次那些话看来没白说嘛。2013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月工资好像才不到3000块，小黄瓜这次拿到的稿费已经能追平魔都的收入中位数了。当然，几千块也只是听起来多。哼。唉，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大家都一样啊。对哦，我努力写文1年，都凑不够潘哥1个月的生活费。哼哼。比美貌吗？我去，班长这身也太好看了吧！韩烈，老吴的课你不是不来了吗？哦，我觉得偶尔听老吴扯淡也挺有意思。哦，这样啊，是挺有意思的。对了，早上好。班长，你今天好像心情很好啊？是昨晚有什么好事吗？不错啊，冷艳路线，很符合你的人设嘛。哼，用你管，反正不是给你看的。我还特地化了个淡妆呢，这狗男人就这反应。明明是你状态奇怪，我才好奇一下的好吧？同学们早上好啊，都到齐了吗？老师有重要的事要通知。想必同学们也听说了，现在有一场炒股大赛，正在向全社会开放报名资格。这场比赛一共分为3轮，大家仔细听我讲赛制啊，做好笔记。简单概括一下，参赛者可以从模拟盘开始晋级，只要晋级到小实盘比赛，就能拥有30万的真实资金操作权。如果能晋级总决赛，那么就会有100万的真实资金操作权。100万！天哪，这100万可是真钱！哼哼，值得激动的可不止这个，最重要的是，在总决赛的2周时间内，用这100万赚到的所有利润，都属于参赛者的合法收入。如果能进前10，不但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，还能参加赛后的颁奖典礼。颁奖典礼将在帝都举行，年度高手和行业专家齐聚一堂，你们不但得利，而且扬名。你们想想，2周时间，100万，不求防备，盈利50%，是多少钱？天哪，这比赛原来这么厉害！就算不能晋级总决赛，但当你们真正参与了搏杀，至少也会吸取经验，大有收获。同学们，老师说的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想报名的同学来老师这里登记。还有，我们下半学期的授课内容就是点评大家的操作，表现优秀的同学，期末考统统免考。班长要报名？那不然呢？这么好的机会，这可是赚钱的大好机会呀！实盘决赛，本姑娘势在必得。你这什么眼神？怀疑我的实力？我可没有，班长加油！小黄瓜可是大牛市站岗的选手，
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去期待熊市里的比赛？烈哥，走走走，一块报名去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上辈子小黄瓜这丫头在这场比赛中的成绩被奉为金融班模拟盘第1惨案。她在2个月的时间里腰斩再腰斩，以负77%的成绩勇夺班级倒数第1，成为金融班的传奇。别人亏了几笔大的都知道要暂时躺平，她倒好，屡战屡败，越挫越勇。一通操作下来，终于凭本事证明了自己是一颗最为粗壮的好韭菜。这次比赛我一定要大显身手，给你们看看我的实力。是啊是啊，要是能拿到个好名次，以后在学校里岂不是能横着走？烈哥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建立交易模型啊？证明烈哥实力的机会终于来了，烈哥加油啊！就知道拍马屁，烈哥哪需要用一场比赛证明自己？凭啥都围着韩烈转？才刚报上名，还没开始比赛呢，他就在这装上了。怎么感觉有人在诅咒我？话说，当年段小艺和方菲菲的关系突飞猛进，好像就是因为这场炒股大赛。虽然这孩子性格差了点儿，但确实有些实力在身上。段小艺、郑磊、霞红娟，虽然谁都没能晋级小10盘，但收益率却十分可观，超过了20%，排在了班级前3。他之所以能获得美人青睐，估计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。不过，这辈子可不一样了，这可是我难得的机会。哼，狗男人！等你把牛皮吹破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！好家伙，不愧是你，一如既往的忙啊！一会儿不看着就又被缠上，这家伙怎么就这么受欢迎？既然班长都这么说了，要不咱们来打个赌？赌什么？你不会又想给我挖坑吧？什么叫又想给你挖坑？我啥时候给你挖坑了？既然和比赛有关，那当然是要赌咱俩谁的收益率高。谁要和你比收益率？我又不傻。吴老师都说你是个高手，我就是个萌新。你和我赌收益率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对呀，韩烈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说也得让班长10个点吧？10个点对于韩烈来说算啥呀？起码得让20个点。要是班长输了，那韩烈还不得嘚瑟上天了？以烈哥那水平，让多让少估计都悬。要我说啊，最好还是别和他赌这个。就让20%，你敢让，我就敢和你赌。